股份的事怎么分配，你们商量着拿个主意。好，好，好，行，我们商量商量。我那儿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我收集一下，明天给您送过来。好，你说这个刘斌会不会还在店里等咱们俩呢？可能会吧。这种事要想掺和，就得赶第一时间。师姐，小苗，咱们可是一个圈的弟兄，这么多年交情了，有什么好事儿，别忘了给兄弟留口汤喝。刘冰，这个古城的小人物，开过出租，当过跑堂，现在唱片店生意也不好做。他梦想的是挣大钱，过上上流社会的生活。买什么唱片啊？我是来卖唱片。你把有原因印章的都拿出来我看看。哦，我全要了。我要了。好，我帮你装好啊。他怎么也不明白，丁元英怎么就变成高人了？如果真的是高人，那通往梦想的路就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哎，石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哦，石小姐，我找你有事儿。等我一下行吗？我先去报个到，要不然迟到了。没关系，没关系，我在这儿等着你啊。哎。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有事吗？是这样，丁哥想跟小明和世杰他们做点事儿，我和世杰他们关系都不错，我那小店一直不太景气，我想请瑞小姐帮。对不起，这不是我可以过问的事情，你应该去找他们。世杰和小明都没意见，只要丁哥同意就行。你跟丁元一本来就认识，如果你认为需要丁元一同意，你应该去找他，你找我没有用，这完全是他们的事情。这样，我顺路送你一段，你自己去找丁元一谈一谈。嗨，那谢谢了，太谢谢你，瑞小姐。是38号楼1单元302房。记住了，谢谢啊，谢谢。再见啊，瑞小姐。
怎么是你啊？丁哥，来，请进。坐。哇，自己来。以前唱片的事儿真是对不住。昨天我和小明他们去夜市喝酒，聊到1点多。早上我去找瑞小姐，刚才她开车把我送到小区门口就走了，是她让我上来的。咱们是熟人嘛，唱片是咱们做生意，都好。这机器太棒了。没见过什么世面，让丁哥见笑了。听说丁哥要帮世杰和小明他们做点事儿，我今天来没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丁哥能给我个机会。那是世杰他们张罗的事儿，我只是在中间凑个热闹。你要是有兴趣，他们同意就行，我没有权利替他们做这种决定。丁哥是控股方，当然是丁哥说了算。不是我控股，是投资方控股。如果这件事情有条件做，我在资本和冯世杰他们之间只是一个媒婆。从经济利益上讲，你是在他们的锅里分一碗粥，掌勺的是他们，不是我。所以只要他们同意，就没问题。那我就谢谢丁哥了，我都想好了，这几天我就抓紧时间把店盘出去，有多少钱我出多少钱。丁哥，我这人你可能不太了解，特别讲义气。哦，等一下。来了啊！这个，请进，请进。哎，我准知道是你们哥俩。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巧啊？是瑞小姐送我来的。来，都请坐吧。坐，小明，坐，师姐。丁哥，能搜集到的资料我们都带来了。好，你看看。好。趁着你们几个都在，刘斌的事儿拿个意见。哎呀，都是自家兄弟，只要丁哥没意见，就一块干的。就是都是水深火热的，多帮衬着点儿呗。对。丁哥，这是我经常上网的一些音响论坛的网址，上面有不少信息，您可以上去看看。好。有个问题我不明白，小丹的音箱是乐盛旗舰的套件，这个是乐盛公司看家的东西，为什么还允许代理商零售呢？乐盛旗舰套件呢，它有3个流向，一是发烧友自制音箱，有发烧和实惠2个优点；二是音响店贴牌的组装音箱，俗称超值版，价钱呢比乐盛旗舰要便宜500块钱。它贴的是乐盛旗舰套件的标志，不是乐盛公司的注册商标，表示该音箱不是乐盛公司原装的乐盛旗舰。第3呢，就是大城市的一些发烧工作室，专门针对有钱人手工生产的豪华音箱，其中一部分使用乐盛旗舰套件。这3个流向走出的套件呢，对乐盛旗舰的整个市场不会有影响，对提高乐盛品牌的知名度有好处。正规的音响公司啊，都有自己的品牌，不会买套件往别人的脸上贴金。一般啊，都采用散件组合搭配，突出自己的品牌。不是说乐盛的喇叭最好，
而是说，在这个价位上，乐圣旗舰套件的性价比最高。如果要是抛开价格因素的话，那还得数欧美的老牌产品过硬。丁哥，打开音响听听。想听就听啊，唱片都在那屋子里，自己挑吧。哎，好。走。这么多呀！哎呦，这个我买好长时间都没买着。真没啥可说，钢琴是一粒儿一粒儿的脆，小提琴油亮油亮的，真像油一样。哎呀，别说是这套音响，上一次在瑞小姐那儿听过她那套音响，回家以后我就再也不开了，没法听啊。哎，那多明戈的嘴是越牵越大，海贝斯的琴是越拉越肥，受不了。哎，丁哥，谢谢丁哥。这茬太像了。听这套音响真是灾难，以后再没兴趣摸机了。指望压块石板换个电容就能搞个音质，根本不解决问题。说到底还得多赚钱，好音质得凭银子拼出来。哎，你说这兵哥算不算个烧友啊？哎，不算，只能算是玩家。哎，你看人家这活法啊，听着音乐，喝着茶，不急不躁的。丁哥这活法简直就和神仙一样。早知道我今天当初说啥也不能挣他的钱。哎，你要真有这心呢，你现在把钱退给人也不迟啊。那怎么行啊？这不是打丁哥脸吗？哎，哥们儿，我突然想起来了，既然有人给咱投资了，那咱还用出钱吗？哎呦喂，晕！我要是不开车呀，我也晕。去你俩的！哎，你刚别走了。问下东西没拿啊？今天锁门啊。乖，在家都没几天了，我带你出去散散心啊。我现在去找你，一会儿见。哟，还乖，麻死我了！哎，别走啊！我告诉你啊，笑笑就完了。咱们刑警队这帮哥们儿可都等着你这顿饭呢。
又请吃饭，不是请过了吗？那次是你大难不死的饭，这次是乖的饭。行，我请。说好了啊。哎，您好，我前几天订的玉今天可以取了吗？啊，可以的。先看一下您的押金条。你看这样可以吗？可以。谢谢啊。来啦！嘿，你看看你，啊，都熬成这样了。来，坐吧。行，这个好。这是我在珠宝店定做的，不值几个钱，送给你。司法原则是无罪推定。我现在什么事都没做，你就假设我有罪了？自家的孩子就多管着点。象征性的戴3天，这3天不许沾啊。咱把这个呢掖在衣服里面，外面看不见，不怕人家笑咱娘娘唧唧。是不是头疼啊？来，躺着。给你按摩按摩。有可能做点事吗？有可能。这件事情可以尝试，但肯定是个错误。为什么？无论做什么，市场都不是一块无限大的蛋糕。神话的实质是强力作用的杀富济贫，这就有可能产生2个问题：一是杀富是不是破
现在就去。我真想带。我请你们去尝尝，全当是我谢罪了。欧阳，原因找你有事儿。啊，哦，那好吧，咱们找个小包间坐下聊吧。嗯。啊，请吧。你好，刘冰清。你好。你好。你去沏壶好茶，然后告诉李经理，这个房间不要再安排客人了。好的。啊。小丹想让我做点事，这个你已经知道了。今天来是想请你给我帮点忙。我能给大哥帮上什么忙呢？王庙村我去过了，和冯世杰他们也有过一些接触。我以为如果以王庙村为生产基地，在北京注册公司运作市场，从理论上讲，拉动下王庙村是有可能的。进来。你放下，来吧。好的。谢谢。你不喝？你们谈，我去给云英找点吃的。大哥，您是说小丹借钱那事儿吗？用你一个空头名字做控股股东，通过你取得合法程序的控制权，条件是盈利归你，亏损归我。我承诺不因公司的行为给你带来任何经济损失，你承诺不假戏真做和协议保密。您说的帮忙，仅仅是用我一个空头名字，不出资、不担风险，甚至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做出红利，这么好的事儿。这个人为什么是我呀？直接用您的名字不就行了吗？不行，那就变味儿了。不但会让吃大户的心态让这件事情很快垮掉，而且我这碗水也端不好，端得再平也是不平。所以我跟小丹在这件事情里面不能有任何经济利益，请你出来帮忙，因为你同时具备3个条件：人文背景、出资能力、平等身份。你看，平等不平等的，一动真格就都出来了，噎都噎不住。哎，这倒不是坏事儿，往大里说是个积德的事儿。那与其说是您找我帮忙，倒不如说是您给我个机会呢。大哥，我相信您，但是这种偷偷摸摸的钱我挣不来。您要想让我干，就来真的。不过我不知道需要多少钱啊，要是输不起，那我也就不往前凑了。你的股票本利相加不会低于100万，所以无论真假，你名义下的出资都是100万，这个必须要有根据。你的资金是明年5月份才能从股市退场，但是公司运作的资金不能等，所以无论真假，你都得先以股票和你的饭店抵押从北京融资。资金很快就会到账，我来给你做担保方。重要的是，法律手续要真实，能够真实的证明你就是投资人。股票能挣多少钱我没想，有多少算多少啊，本来就是外财。但这50万本金是实实在在的，其中有几万块钱还是我借的呢。这50万是我能赔得起的底线。我这个人也没别的能耐，就会开饭馆。这事儿成不成，我都还开我的饭馆。我能不能问问冯世杰他们出多少钱？
他们可能会出一些，但可以忽略。从本质上讲，还是需要资本方给他们提供股份垫资。如果他们不缺资金的话，就不会邀请你们到果园里面去吃苹果了。公司运作到高峰期需要的资金应该是300万左右，那个时候是以公司的名义来融资，风险的底线是公司破产，绝对风险就是你名下的那个100万以及他们有可能拿出来的投资，其中你给他们垫资的那部分表示他们个人对你的负债。赔到底就是连本带利的100万，还能承受？哎，其实说句实在的，这事儿也没什么真的假的，就是我实实在在投资，我请大哥给我帮忙还不行吗？您放心，要是真赔了，白纸黑字我绝不会有半句怨言。能请到大哥您这样的人帮我理财，我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我就是心里有一点不舒服啊。您既要帮他们，又要防着他们，这一点是为什么呢？这事起因复杂，简单的说，就是开发王庙村廉价生产力资源，拉动王庙村经济，给叶小明、冯世杰、刘斌一个成就事业的机会。刘冰，他也凑进来了。天哪，这公司都成了发烧友俱乐部了。这么简单，你就给大哥吃这个？这就挺好。那你呢？我在厨房吃过包子了。我们家的老房子原来就在这儿，和欧阳家住邻居，后来旧城改造都拆了。我5岁那年父母离婚，7岁跟母亲去了法兰克福，16岁回来读的高中。记得拆房那年，我正在寄宿中学读高中，还专门回来看了看，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了。你在法兰克福读书，可以直接上大学。我父亲是导演，我母亲以前是话剧演员，他们都希望我考电影学院，将来当个演员。就这样，我母亲让我回来了，在古城读的高中。我在法兰克福上了9年学，汉语已经快不会说了，因为要考电影学院，不回来不行。但是后来，我报考了警官大学。为什么？因为警察威风啊！我当时就向往这种感觉。这边的事儿就差你这儿咬个牙印。样品音箱必须要在明年进入。如果能够趁你探亲的时候捎带着把这件事情办了，那就是最便捷、最省钱的。现在，你必须要在这个时间段里能够请出探亲假来。我上次探亲是去年，到明年是2年了，按规定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考虑清楚了，我不懂专业，只能做一些跑腿的事儿。这点事儿，傻瓜去了都能办。你确定我不比你说那个傻瓜更傻吗？你确定？Deep in the jungle, in the land of adventure, lives Tarzan. I am Jane and I love to ride an elephant. My name is Tarzan, I am Jungle Man. The treetops swinging from jungle land. Come, baby, come, I will take you for a swing. Let's go, honey, up Tingle
kind of handsome, Tarzan is from. He's cute and his hair is long. Tarzan is handsome, Tarzan is strong. So listen to the jungle song. I am Tarzan from Bungle, you can be my friend. I am Jane and I love to ride an elephant. 行，还挺像样的。小弟弟，这话应该是我跟你说的呀。说我吗？我还没老绝活呢。是吗？拜拜，拜拜。这么轻而易举的被人打败了。我有几句不能跟你讲理，也无法跟你解释所以然的话，希望你能听进去。关键一句，你应该辞职。请注意，我说的是你应该，不是我希望。只要你1分钟是警察，那你这1分钟就必须要履行警察的天职，你就没有避险的权利。但是，国家机器不缺少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刑警，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用的人才。这个不是通俗的英雄主义和通俗的平等意识可以理解的价值。赶快把后半部分拿掉吧，你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嘲讽了。你这么严谨的一个人，今天怎么会说出这么过头的话？我再重申一遍，我不能跟你讲理，也无法跟你解释所以然。我说，你不知道你，所以你是。这就对了，我就应该是我。为什么你非得让我不是我呢？既然是我知道了，我就不是我，那就是不可知、不能知，那就别知了。果然是言语道断，一说就错。那天晚上，我们2个心中有了一个结。丁元英好像那个时候就预知了后来会发生点什么。我是刑警，因为怕死而辞职，我做不到。你不该说出来，你应该知道，拒绝你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我相信你的思辨，你是站在你能把握的条件上来判断我的前途，但那是你的，而不是我的。如果我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你的，那就不是我爱你了，那是你爱你自己，那就没有爱了。不是送我回去吗？尽管你说的那些话我不能接受，也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我还是很爱听。归根到底，你是惦记着我的嘛。就凭这个，我怎么能送你回去呢？好，我给公司起了个名字，叫格律师，北京格律师音响有限公司，对不对？好名字，规矩雅致。你这种人居然能想出这么有情调的创意啊，真不容易。这宝马你要不用的话，不能这么闲着，可以让他们用。这事一展开，少不了用车的地方。我只是保管，这事你不用跟我商量。1个星期没来，这么有品来了。你这是夸我呢，还是夸你自己呢？
我这都是照着你的生活习惯规准备的，我离过这样的日子还远着呢。哦。来，打开听听。老听这一首你不烦？不烦，百听不厌。你看你，音乐清茶，香烟美女，浪迹天涯的最高境界也不过如此了。真想这么死去，死在你的怀里，然后你把我撒在大海里，我就是最幸福的女人。到这来。抱着我。你看，夜色多美啊！到时候我就躺在你怀里，听音乐，听你给我讲天国，讲地狱。我就这样悄悄地死在你怀里。我的坟头上开满了细碎的忘我，在微雨的清晨，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手里拿着一枝花，在我坟前默默伫立着。我就永远活在你心里了。刚才还说去大海，怎么就这么会儿钻地下了？不行，你还得把我撒海里。那你就伫立在海边，你看着无际的大海，落下2滴狼狗的眼泪，然后浪迹天涯，又被一个美女收留了。这2天我就跟韩楚风联系，从他那拆解资金先用着，等这件事情有了眉目，我想去趟五台山，找个寺庙人度仙，拜拜佛。烧香拜佛，讨个什么呢？讨个心安。合了佛法，还得看你合不合佛。你做私募基金问过佛法没有？私募基金跟你没关系。刑警队里太忙，谁都不好意思请假，我就不能陪你去了。请了假你也别去，这事多少有点寻经求道的意思。楚风少不了也得跟着去，身边多个女孩不合适。是我自作多情了，可是我都说不能去了，你深深表示一下遗憾不就得了？这就是圆融世故，不显山不漏水，各得其所。品性这东西，今天缺个角，明天跌到份儿，也就离塌陷不远了。这位小姐年纪轻轻的，警察工资又不高，怎么能住这种地方？哎，小苗，我看这位小姐比丁哥有钱。人家有钱没钱的跟你有关系啊？奇怪呗。哎，小苗，你猜会是辆什么车？我可好长时间没摸车了。猜什么呀？
斌哥说是7点半呢，这马上就到了。是宝马。岳小姐，一会儿我们几个都去王庙村开会。丁哥怕欧阳小姐一个人来回不安全，就派我们来接这辆车，他跟那辆车走了。不用小姐的，叫我小丹就行了。这车昨天刚洗过的，车手续都在里面呢。那你们现在可以开走了。哦，你开。我们先送你上班，待会儿我找个车少的地方去练练，熟悉车况。行，那你们捎我一单。哎，上车吧。哎，好。我给公司起了个名字，叫格律诗，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好名字，规矩雅致。这2天我就跟韩楚风联系，从他那拆借资金先用着，等这件事情有了眉目，我想去趟五台山，找个寺庙燃炷香，拜拜佛。岳小姐年纪轻轻的，警察工资又不高，怎么能住这种地方？这车昨天刚洗过的，车手续都在里面呢。那你们现在可以开走了。哦，你开。我们先送你上班，待会儿我找个车少的地方去练练，熟悉车况。行。哎，这几个钮是干嘛的？这是控制车窗的。哦。哎，这几个钮呢？这是座椅加热。哦。大灯在哪儿呢？左手边这儿。这是转向灯。哦，你开就熟悉了。我也很少开这个车，就是那次从北京开回来的时候熟悉了一下。哎，刘冰啊，开这车可不能像你开出租车那会儿横冲直撞啊！那是。嘿，哎，小飞，你看，哎呦。哎。刚才我看行车证上不是丁哥的名字。丁哥这人穷不穷，富不富的，到底是什么人？图个啥呀？丁哥这些天没少去王庙村，现在突然又冒出个欧阳雪，这真是我也吃不透。哎，丁哥到底是要帮咱呢，还是要帮王庙村呢？这王庙村是为咱们所用了，还是咱们为王庙村所用呢？他就是帮王庙村，也得图个啥？扶贫呐，那可是金边戏词的功德。哎，你知道人家玩什么吗？玩的就是人都是里的不一样。那是。我这来了，啊，好，丁哥，我去看过了，村里的翻砂厂，反正闲着没用，村里也愿意便宜处理给咱，就炉子再做点隔热处理就能用。保住机柜、脚钉、定位片、音响夹子和接线柱的生产肯定没问题。炉子的吊架咱自己做一个，不费啥事儿。我看郭正这个打算很实际啊。咱有了自己的翻砂厂跟这个车床加工啊，我看那成本一下子就能降下来一大截。其实吧，车床咱也不用买新，根据产品质量的要求，能用就行了。啊，来了，三姑。这可省不少的钱呢。翻砂和车床这块需要几个人呢？我这平时有我和我媳妇2人就行了。我爹能过来帮帮忙。就是开炉的时候，人手少了不行。
到时候找他们几个来帮忙，干完了请他们吃顿饭。农村的家庭翻砂场都是这个做法啊。翻砂这一块用工不能和喷漆比，他们手工打磨这一块用人多。车床这一块，我想着除了我吧，至少还得3个人，因为这个活它的工序太多。你看，再一个吧，我这么大岁数了，也得尽量多带几个徒弟啊。你能慢点，别碰上啊！大妈，我拿俩凳子。这有开水吗？好，找好点，别拿行啊。去，一边玩去，别把车弄坏了。哎呀，快走！丁哥，丁哥，你们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送了趟小丹，又熟了熟车，就耽搁了。人都到齐了吧？啊，都到齐了。好，那我们就开会了。别说话了，不说了，开会。咱们人多，冯大妈家的院子小，坐不下，所以这个会议啊就在这儿开了。前些日子，大家把零零散散的一些条件搓到了一起，过了锅筛子。根据大家的分析来看啊，存在了一些做事的可能性。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会议啊，就以组建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为议题，预备股东扩大会议。预备股东这个会议为什么要扩大？是因为我们要明确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彼此应该知根知底儿。所以今天这个会议呢是拍板会议，会上说什么都行，会下说什么都不行，咬了牙印就要算数。我们还特地请来了王庙村小学的赵丽静老师来给我们做会议记录。会后每一位谢谢啊，要详细的审阅，并且签上你们的名字。我们会根据这份记录来起草公司章程，制定工作计划。既然会上啥都叫说，会下啥都不叫说，那我能先提个问题不能，丁哥？行。公司啊，借钱让咱农户添置生产设备，咱觉着这是好事，咱心里也感激。可就有一条，咱农村啥条件，人家城里啥条件？你不管是从人才、设备、资金等等各方面吧，你咋能跟人家城里比嘞？这要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我知道是开会。
丁哥，我有个问题啊，欧阳小姐能给公司投资，我们都挺感谢的。我说这话呀，没半点针对欧阳小姐的意思。我只是不明白，丁哥为什么不直接投资啊？我们还是觉得丁哥直接投资，我们心里踏实。不论我现在有没有钱，也不论我以后在不在古城，单从资本的意义上说，我的钱和欧阳小姐的钱有什么不一样吗？哎，丁哥，其实刘冰呢，他没别的什么意思，他就是觉着，丁哥您为咱公司的事忙活半天了，结果呢没您的啥事儿，不知道您图啥，这心里头啊不踏实。对，我就这意思。说到图什么，先假定我是一个骗子，然后你们各自摸一下兜里有没有骗子能够惦记的东西。如果没有，那咱们就都放心了。扶贫是个好名字，但是扶贫的不是我，是你们，是你们的人和你们的资本。我能图什么呢？你们想听听我说什么，那是因为我说的这些话对你们有用，所以我就臭显能了。好，各位，如果没有什么疑义的话，我们就准备散会了。散会之前啊，请大家务必要看一下会议记录，如果记录属实的话，签上你们的名字和日期，我们会根据这份记录来制定公司的章程。大哥，你说由着他们买设备，资金会不会失控呀？设备不能当钱花，农户生产、公司销售，利润双向透明。坑跑了你们，或者是负债过高，都不符合农户的利益。叶晓明和冯世杰会比你更关心这个问题。我就会开饭馆，别的生意真的是一点不懂。会议记录要放好，以后有用。你回去把抵押借钱的文件做好，只把担保人和债权人需要签字的地方空着。这个会议一结束，农民很快就要筹划设备，很快就要进入到一个用钱的高峰期。冯世杰他们的钱加起来有20万，可以先应应急。你的钱不打头阵，账上的钱一分也跟不进来。人家得探探虚实，也在理儿。这折腾半天，人是咱古城的人，钱是咱古城的钱，啊，这丁哥呢还是没出一分钱。这要是真按丁哥所说的去做，做砸了谁担责任呢？现在倒成了他光脚咱穿鞋了，哼，玩的真高黑。哎，咱的资金什么时候到来？这欧阳雪是大股东，是董事长。咱今后办事啊，得多看着点他的脸色。咱这要是太跑钱喽，董事长会不会不高兴呢？咱让丁哥把那车入股进来，虽然不是新车，也值个几十万。哎呦，伟军，就算轮得上你做啊，入了股，这车钱他也得分摊开。你说你是做得起啊，还是养得起啊？用丁哥的话说，这叫强行摊派高消费。再说了啊，这车本来就不是丁哥的名字。小明啊，哎，叫叶总。啊，对，叶总。我说，咱这样猜疑人家合适不合适？咱到底是请人来帮忙啊，还是诚心找个冤大头坑一把？咱不管丁哥那钱啊是从哪儿拉来的，总之人家是拉来了。那欧阳雪是好糊弄的，糊弄个10万8万还可以，100万呐，搁在谁身上谁不得掂量掂量？
至少他相信，丁哥是诚心诚意在帮咱们。就是这辆车吧，要是咱的，咱舍不舍得拿出来用啊？那是。是什么呀？你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说只有丁哥投资了，心里才踏实，你当别人都听不出来啊？行了，那咱说点正事儿。那依你看，咱还干不干了？这叫什么话？啊，有点疑问就不干了，干了就不能有疑问？我当初见丁哥第一面就知道他是高人，要不然能有今天这局面呢？啊？所以啊，所以我们才选你当总经理。就是。这事啊，咱得严格把关。对农户报上来的单子呢，咱要到商家去亲自看货，亲自谈价格。咱不能图便宜买烂货，也不能花那冤枉钱买些个不实用的。这个你放心，我知道分寸。大哥，咱们俩闲聊天啊。您要是不嫌我啰嗦呢，我想跟您絮叨我跟小丹之。我只知道投资里面有一部分资金是小丹那个房屋的抵押贷款，其他的不清楚。但是小丹的母亲作为房屋产权人，一定是同意这件事的。是。当时我有了一个在黄金地段开饭店的机会，就是缺资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北京找小丹。小丹跟他妈妈做工作，促成了这次房屋抵押贷款。本来呢，这笔钱我打算是借的。可是后来我怕生意做赔了，还不起钱，就硬拉着他进来做股东。小丹当时正在上大学，根本就没经商的心思。我在他面前说的天花乱坠的，实际上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小丹这个人呢，心里什么都清楚，就是不愿意捅破这层纸，一直都给我留着面子。这件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一直都忘不了。小丹和他的母亲能这么做，都是源于对你有信心。可是我忘不了这件事儿，不是因为小丹帮过我，是因为他尊重我，是他让我知道，我也可以有面子。大哥，你知道吗？我挺佩服小丹的，她一点都不娇气，胆子大，主意也大。如果从办事上看，还真看不出她是个女孩子。就因为是他胆大主意大，所以他的将来是不会让我打算的。丁元英的计划就像给王淼村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贫苦农户们一年秋天，王淼村一个天堂看起来。来了！这边，都这边来了。李建国，来了！我来了！进来，都等着嘞！哎，你仨赶快上车，在一块走。走，停下，跟着俺的车啊！快，上车！
让他们慢点，让他们慢点，那几个慢点啊！我这让他们慢点啊，别摔下来了。给那个车衙门打开，打开咱先。慢点，妈，离那个墙远一点，啊，离墙远一点，别让它吵了啊，别隔吵。快点，后边来，快点，慢点啊！快点！自然去啊！来，我呀，我先回家给那个司机结账。你搁这盯住，我不回来，你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听见没有？另外，你找2块那个塑料布，给这个窗户给堵上。这一下雨，给这板材都湿。行啊！你去吧，哥。慢点啊！快吃哈，我给我再泼哈，我那还有嘞。我看。师傅，辛苦了啊！多吃点啊！行了，这是啊，正歇点了，马上都歇完了。快点！好的，多吃点啊！师傅，咱结账啊！这是3600块钱，你点。辛苦了啊！辛苦了。来，换一个，换一个，来，好啊。对不对？说对不对？好，再吃点。拿好了没有？这个都盖好了啊。好。你看这晚上咱要不要找个人？那啥，看住点啊，他别丢了的时候。你也忙活几天了，早点回去睡觉啊。今天晚上我叫郭正带个人搁这守夜。中。那郭正，你忙着吧。看这眼都熬红了，赶紧走。这个我走了。走吧啊！这个啊，行吗？行啊。哎呀，真不容易呀。石小哥，不敢在这抽烟。哎呀，忘了。好了。离发车时间还有20多分钟，趁这会抽支烟，到车上就不让抽了。刚接收完处，今天又在上班时间4。那次是除革了，这一次是带烧的。到了山上冷，记得加衣服，手机随身带着，别嫌麻烦。有什么事情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已经查过日历了，今天是农历9月19号，是观音菩萨出家的纪念日。你们今天出门可以沾点仙气儿。你都快成巫婆了。元英，你想过没有？如果那只股票没有挣到1倍以上的钱，你给欧阳定的出资额就显高了，这对他是个压力。有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而且可以补救。你怎么就知道那只股票能挣到1倍以上的钱？为什么一定要在明年5月卖掉？这里边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技术面、制度面、产业结构，很多原因，我跟你说不明白。这有点像禅，知之为不知，不知更非知。那你就照着说也非说的说。书店里教人炒股的书满柜台都是，怎么到了你这连说都不能说了？真有挣钱的秘籍，人家能告诉你。要是那样能挣着钱，那就不用写书。那倒也是。这里面既有政治经济学，还有市场经济学。你得为改革开出一条道，还得分解改革的震动。这种时候的股市是真真假假，大起大落。在这种背景下，你既得盯着庄家的黑手，也得盯着衙门的快刀。你得在狼嘴里边有肉的时候下筷子，还得在衙门拔刀之前抽身。朦朦胧胧的更不懂，就觉得后背直冷。发5台的班车马上开车了啊！
没买票的赶紧抓紧时间买票上车。到了，打电话给你。哟，好香啊！哎，师姐，你们俩咋来了？哎，来，赶快坐这儿来啊！好，小明，来，你也来一块，凉了不好吃了。哎，有啥事儿他不能在电话里说，还非折腾一下。你看看这几种机柜的款式，这些都是欧洲著名音响公司的专业音响机柜。我有个想法哈，咱们目前生产的机柜啊，款式太普通太单调，不能迎合发烧友追求个性的需求。丁哥的机柜设计图啊，我仔细研究过，可以有很多种用途。咱们那几种款式也太不上档次了，样子和市场上的廉价货差不了太多。要不仔细看，还真分辨不出来质量的好坏。人家当然买那些价格便宜的了。哎，你看这款啊，这款呢是这里边最复杂的，用丁哥的设计图啊，咱也可以做出来。只要把内支撑的4根钢筋加长，上面的2块面板的大小给改变一下，就可以多出2层小格，连放唱片的地方都有了。嘿嘿，对呀，如果这种款式咱们都能做出来，那别的就更容易了。太好了，太好了！哎，你们想啊，款式一样，咱们的产品能保证质量，这价格又相差1倍还多，肯定有市场。还是小明脑子活到有主意啊！要是全国每个发烧友都用咱们生产的机柜和音箱，那咱们可就发了，想不赚钱都不行啊！前面就是新洲站了啊！有下车的旅客，请您携带好自己的物品，准备下车。嗨，哎呦，来，怎么样？一路是辛苦啊！你这是车上一定别坏。先抽一支吧。来，咱们到车上抽吧，得先找个吃饭的地方。小丹说了，跟你在一块容易招贼，不让在路边吃，专门给带了点肉，带了点烧饼。我看这有路警守着，咱们就这儿吃吧啊！行。
这是欧阳雪向韩楚风抵押借贷的协议书，你看一眼。行啊，等回去我就把款给他们打过去，啊，这古城一借钱，这几个月你手头先紧点。嗨，我这么多年如一日，债权债务是一锅粥，说不上手头松点紧点，180万的怎么我都能倒腾出来。哎，陈如从你那儿拿钱的事儿我可是知道，害得你穷得卖唱片，是我对不住你了。谁告诉你有难处不告诉我，一定是有需要在我这儿避嫌的地方。除了我那口子给你找麻烦，我还想不出谁能让你在我这儿避嫌，这不明白？这回啊，你可是里外不是人了。陈如说了，你这是故意给他难堪。给嫂子带个话，是我办事不周到，给他赔罪。钱在包里，一共是20万，我多带了10万，准备了4个文件袋。你到古城是想图清静，怎么跟一帮发烧友裹在一起，又惹出了一档子扶贫的事儿？小丹想要个礼物，于是就有这档子事。王庙村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小丹要的礼物就是在王庙村给他写个神话。神话？这种礼物闻所未闻。它跟王庙村什么关系？跟村子没关系，跟觉悟境界也没关系，但是跟文化属性这个题材，这才是其中的产物。这个丫头不简单。什么？
是不入流的野套路。法无定法，存在决定意识。这古城一借钱，这几个月你手头先紧点。180万的，怎么我都能倒腾出来。小丹要的礼物，就是在王庙村给他写个神话。神话？哼，这种礼物闻所未闻。可是，就凭你这180万的资金，几个发烧友和一帮等待扶贫的农民，可能吗？乐胜是因为矛的锐利而无需用盾。我这是既无矛可攻，也无盾可守，所以只能借用乐胜的矛了。哎，两位施主，请到旁边买票。大教师，我们来五台山是希望拜见一位佛法造诣精深的大师，烦请师父指点一下。阿弥陀佛，本寺主持就是佛法造诣精深的大师，法师深居简出，精究佛法，从不轻易会客。若两位施主想入寺参观，请到旁边买门票；若是拜见高僧，请到其他寺院造访，各寺院都有高僧主持。阿弥陀佛。请师父把这个转交给智玄大师，就说有2位客人诚心求见。两位施主稍后。两位施主，师父回话非也。烦请师父再给通报一次。两位施主稍等。师父回话非也，非也。请师父再麻烦一趟，把这个交给大师。如果大师还是不肯接见，什么招？我周的一首词，不是招的招。随缘。两位施主，请随我来。
两位施主，这位就是智玄大师。阿弥陀，大师叨扰了。二位施主，谢大师。大师请。二位施主说些什么？敢问二位施主，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又修的什么行呢？悟道修言天命，修行悟取真经。一悲一喜一枯荣，哪个前生注定？袈裟本无清净，红尘不染性空。悠悠古刹千年中，都是痴人说梦。大师拷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治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虑，修者以虑治心。有心无证者，虽不落恶果，却助因助果助念助心，如是生灭，不得涅槃。不为成佛，那什么是佛教呢？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既觉既显，既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槃。觉性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醒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治贪、以欢治欢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外抚慰灵魂的慈悲。以施主这文笔言辞，断不是佛门中人。施主参议不拘经文，自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也难能可贵。以贫僧看来，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离得道只差一步。进则净土，退则凡尘。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于基督我进不得窄门，于佛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货色，大师已从这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杀父济贫，丁元英这个词里，让人嗅到了一股朝朝见血、渐渐封侯的寒气。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商场如战场。丁元英到五台山讨个心安的由来，就在于此。水是山上的泉。
请二位施主品尝。谢大师。好茶，香。施主这样做，是基于一种对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施主已经胜算在手，想必也已经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那得救之道是什么呢？投石击水，不及浪花也。妙在以扶贫命贫。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人人志士所为，也对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为天道超纲。佛门净地能抽烟吗？栏内是净，栏外是土，靠着栏杆就能抽。刚才有话没敢说，怕有吹捧之嫌，可又不吐不快，现在可以说了。扶贫之道，若以次第而分，也可分为3个层面：一，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实惠、破格，视为市井文化；二，最不道德的道德，视为责任文化；三，不打碎点东西，不足以圆其主题，大智大爱，视为英雄。不敢当。哎，咱们怎么也拽起文来了？可别恍恍惚惚的觉得自己也是大师了。惯性，一下子有点收不住了。这趟如果不来，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只是你我都有谤佛之嫌，也不怕下了地狱。没有地狱天堂焉在？总得有人在地狱待着，你我就算上了，不然天堂就没了着落。一朝杀富济贫，引出了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
1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了？哪里是境界？我还没有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起几滴水花而招惹骂名。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啊！我的天！你知道这件事儿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是送给一个女人的礼物。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和女人的一个情字。这2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你一向对女人敬而远之，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关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古有千金一笑之说，如今一看，那千金一笑又算得了什么？来，哥们儿，干了啊！干了，干了。哎，哥们儿，这北京市和咱这小城市不一样啊，简直没法比。哎，我跟你说，哎，我不喝了，我一会儿还开车呢。你多喝点啊。兄弟啊，你现在是今非昔比了。北京大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宝马开着啊，我连做梦都没梦见过那样的日子。人比人啊，真他妈的没法活了。喂，你在哪儿啊？哦，和朋友吃饭呢。你就是在单位上班也得有个准点吧？这可是咱自己的生意。我现在要去王庙村，你赶紧过来。好，好，好，你等着，我马上到。哥们儿，不好意思，我今天公司还有事儿，得先回去了，改日咱们再聊啊。好，来，服务员，把单买了。哎，我来，走吧，你看。行，改日我请客啊。好，没事。好，先走了，不好意思，拜拜。喂，大哥，我是欧阳，我在楼下呢，可以上去吗？上来呀。啊，好。大哥，我用分期付款买了辆新车，刚挂上牌子。今天外边天气特别好，我带您出去兜兜风吧。哦，买新车了。啊，3月份公司就要注册了，以后少不了经常去北京。本来呢，我是打算卖了股票以后再换车。我那辆普桑买的时候就是个2手车，都开几年了，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你买车不用跟谁解释。我跟您说这个，是因为那辆车小丹要了4万块钱，这车现在已经属于他个人了。我觉得小丹开那个车嘛，心里不是很舒服。个人条件不同，没什么。你既然要带我兜风，那咱们就都到村里去吧。我正好有几份文件要给农户送去。行。这是我分内的事儿，兜不兜风户都得去吗？咱们现在就走吗？哎，稍等一下，还有几份没打完。大哥，有个事儿您可能已经知道了。刘斌给自己印了一盒名片，1天的功夫就发了几10张，见谁都给。现在刘主任这个称呼已经叫开了。咱们公司还没有注册呢，再说就是注册了也没有办公室主任这个编制，
他跟谁都不打个招呼就这么做，我是有点担心。这一起共事才刚刚开始就发生这种事儿，这以后……这件事情你们开会的时候可以提一提。好。刘斌开着那辆宝马车，成天到处晃悠，有时候叶小明工作用车也找不着人，他每个月报的手机费和汽油费都特别高。冯世杰和叶小明他们对这个事儿都挺有意见的，只是碍于面子，侧面的跟我提了提。大哥，那个车是谁的也没个说道，您觉得咱们这么小一个公司放那辆宝马车合适吗？不管是谁的，先开着。北京那种地方，少不了需要辆车撑撑门面。好了，收工去吧。啊。今天教会有活动，可能附近村的信徒都来了。先去翻砂厂吧。啊。冬天是农闲季节，但是王庙村这个冬天却没有闲着。最直观的景象就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的人少了。丁哥来了啊！哎，部长，来，丁哥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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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翻砂的合同范本，做好了。谢谢丁哥啊！谢谢丁哥。天哪，可累死我了！哎，这大冷的天儿，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几个合计着晚上去你那儿了，也没啥要紧事儿，就想跟你们聊聊。累死了！你死了吗？这哪是真死了？以后不许说累死了这句话，就是要说只有一种情况，那你是真快累死了，还剩最后一本书。但是有个前提，说完这句话你就得死，不能不死。丁哥，你比资本家还好。刘主任咋着给丁哥说话嘞？刘主任，领了吧，这咱自己的事儿，你跟俺丁哥有啥关系啊？想要干好事儿，记住两句话：别把自己太大，别把别人太小。就这个规律而言，天下无衙役。农户要的文件我都做好了，今天我给他们送过来。欧阳也来了，有什么事情待会儿到木工坊再聊，好吧？好，我这就给他们送去。好，丁哥，那咱们待会儿就在木工坊集合啊。我们这儿再练一组也就收工了。小明在铁军那儿下那个音箱的料，这会儿也该下完了。好啊，一会儿见吧。啊，好。丁哥来了，哦，欧阳也来了，快屋里坐吧。志明正在屋里刷倒磨漆，我去叫他。不用，我是来送文件的，一会儿还要给刘大爷、铁军他们送呢。这是志明要的4份东西，啊，里边有章程、协定，还有价格表、合同的范本，都在里边了。哎，你交给他就行。请问你们什么好意思来了？丁哥来了，欧阳也来了。咦，这么冷的天儿，你往这跑啥？那文件让他们给带来不就行了？吴大哥，你这用的怎么都是女工？大木这活啊，适合女的干，他们也想给家里多挣点钱。女的便宜，干活有戏，就是太慢了。他们每天都来这上班？这几个天天来，还有几个把板子拿回家打磨去了。
反正我这是基建工资，多干多挣钱，少干少挣钱，不干没钱。嫂子，你的手。陈大哥，你看你也不给嫂子买双手套，嫂子这手都冻成什么样了？会上不是说要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吗？戴上手套根本干不了这细活，人家喷气的不收，俺这活就白干了。俺家也实行基建工资了，我都跟他说了，只要他不耽误做饭看孩子，他挣的钱都是他的私房钱，质量要求都一样。老婆不合格也不中啊。话都说不唬人，老婆咋不合格了？合格，孩子都生了，能不合格？那你们先忙啊，我到刘大爷那儿去。丁哥，丁哥慢走啊！大嫂再见啊！来玩啊！干活吧，都打磨细点啊！大哥，您在古城一直都过着足不出户的人，现在3天2头往王庙村跑，有时候还住在村里，你都快成了王庙村的人了。来了，刘大爷，谁过来？把房子瞧一下。哎呀，你们俩咋过来了？哎呀，你看我这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要不咱到屋。您要的文件我给您拿来了，这是车床工序安全生产条例。哦，好。还有您要的订货合同范本，您看看。哎呀，太愿意了，有了这个东西，办事就好办了啊。以后做生意啊，就签个合同，他不管是谁，都得按规矩来呀。乡里乡亲的，面子上抹不开，光凭嘴说可不行啊。刘大爷，我跟您提个醒啊，接线柱套丝的时候啊，把那个镀金的量给它留出来，要不然现在合适，将来往上拧就拧不动了。知道，干一辈子了，知道这个啊。小明也嘱咐好几次了，没问题啊。把心放肚里吧。好，那我们去下料的地方看看。那您忙着。哎，好，再见。那慢走啊。金哥，套儿来了，刚到。这是你要的几个下料的文件，收好。我放屋里去。金哥，咱出去说去。好。哎，董事长，换车了，雷厉风行啊，还是你厉害。你看看你，我刚想对你肃然起敬吧，你这话里头就带刺儿了。董事长，你可千万别表扬啊！这批料那可是出口音箱的料，我是不放心他们才亲自动手的，我是实在担不起那个耽误出口的责任呐。我听世杰说你们要找我聊聊。钢琴漆面的音箱啊，昨天装好了一对，还有一对呢，志明的媳妇儿正在打磨。我听了一下，音质啊比小丹的那对要好。说明这批板材的质量不错，我就把这批料都给下了，大概是15对吧。哎，你们等我一下，我去换件衣服去，咱们一块儿过去看看去。行，我们等你啊。把我刚下好的这个音箱板材啊，找个稳当的地方放好了。没有我跟世杰的话，谁都不可以动啊！知道了，放心吧。走吧，上车。走，去音响室看音箱去。音响室？就是木工房啊。啊。
没想到做的这么好，真有点不敢相信了。这比小丹家那对音箱做的漂亮多了，就像从流水线上下来的一样。外行了吧？这种效果呀，只能靠手工能做出来。这倒模漆啊，一次只能处理一个水平面，等固化风干了以后，才能处理另一面。固态漆面和液态漆面所有的衔接处都在这棱角上，非常难处理。机械化流水线绝对做不到。小丹的音箱啊，用的是喷漆，这是一遍遍刷出来的钢琴漆，一遍遍抛光抛出来的，没有可比性。以前什么设备，现在是什么设备啊？整个工艺都是不一样的。棱角和接口都可以，颜色漆面的饱满度也不错，就是现在抛光不理想，不均匀。丁哥，这抛光机太大，转速又高，单靠着人抱着音箱抛光很危险，稍不小心人就卷进去了，受力的稳定性也不好。这事儿我跟刘大爷和志明都说过了，设计一个带轨道的托架，花不了几个钱，既稳定又安全。这次啊，就做了2对试验性的音箱，只要有了抛光托架，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出口音箱的料下了15对，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全都考虑进去了。这个丁哥你可以放心。打开听听。来。这可是咱公司的镇山之宝，起个名字吧。音响圈惯例做法是什么？都是些旗舰、1号这些个叫。那我们就入乡随俗，叫格律诗1号。好啊。丁哥，本来呢我们是说想晚上去找您的，也没啥大事儿，就是想给您汇报下工作。还有一些不明白的事儿问问。音箱申请专利的资料我们都准备好了，公司的章程我们也都看了，没啥意见，都签了字。音箱和机柜2个商标啊，我画了几张设计草图，您看一下，给定个图案，还有标牌档次和数量，我直接让厂家给做了。还有件事啊，就是想把您的那套音响拉过来。咱用这顶级的器材和不同的推法都推推，做个全面的比较。音箱必须做全面比较，器材什么时候去搬都可以。音箱专利申请的项目还不够，必须要把5寸单元和6寸单元极限小的面板设计和黄金组合的面板设计全部申请专利，不要给仿造者留下任何一点机会。音箱的商标设计不能只用格律诗3个字的头1个字母。我们不是什么有影响的大公司，人家看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格律诗3个字英文字母不长，手写1个就可以做商标了。丁哥，你就把这个露脸的机会给我呗，我手写1个，先下功夫练上它几天，没准啊，我就跟着这音箱一块儿出名了。哎。那你得事先声明，不能跟公司要版权，要不我写，我不要版权。能有个露脸的机会就不错了，要什么版权呢？还有什么问题吗？趁着丁哥、董事长和叶总都在啊，我说个事儿。这教会已经找咱提过几次了，想从咱这儿找一些适合妇女们干的活儿。一呢是让困难家庭感受到主的慈爱。2呢，
他们能从工资里拿出10%奉献给基督，这教会也能增加点收入。咱现在啊，这生产才刚刚开始，半成品包装这一块还没有启动，这些活啊也比较适合妇女们干。是不是能考虑一下？包装这一块一直没有启动，是因为王庙村根本就不存在成品包装，只存在半成品包装。成品包装必须要放在北京，否则就不是北京格律诗公司制造了，就变成了北京格律诗公司委托古城王庙村板材加工厂制造。第一，不利于市场运作；第二，增加了成本。这事我都跟你妈解释过好几次了。既然是主的慈爱，就让他找主去。上帝都全能了，还办不了这大事儿。要是咱们帮了他们，那就是主的慈爱，那咱不成了上帝？要真有上帝怪罪下来，咱指不定遭啥报应呢。你又说这种谬论。我谬论？那你说个不谬的，我听听。谁适合干就扶持谁，这是扶持资金的使用原则。如果教会利用他们的组织能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就交给他们干，都是王庙村的人，主不主那是人家的事。这事儿我没意见，只要教会适合干，就给人家干吧。行，我也没意见，通过。哎，那好，那好，那我去告诉他们一声，板上钉钉了啊！抽啊！就一根了，还是丁哥留着抽吧。抽你的，我那还有。还是丁哥这洋烟好抽啊！这个有几件事啊，我们私下议了议，觉得心里头没底儿。我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下面这么几条吧。好，一是咱格律诗公司真的能靠音箱吃饭吗？二是我们听了这个出口、测评、代理这些词儿，就跟听故事似的，真有那么容易吗？三是即便真的能够做到了，那得花多少钱呢？四呢，就是为什么非得赶在6月份操作这事儿？还有就是这个音箱，它有必要申请专利吗？这双组分是以牺牲效率来换取音质和响度的。如果这音箱做不起来了，那咱前面所有的钱可就都白花了，反倒给人家这喇叭呀、功放啊做了广告了，咱呢成了冤大头了。音箱不一定能当饭吃，但它是公司的形象和名誉，是你们能够挤进音响圈的入场券。出口的难易取决于海关商检，取决于音箱机柜的材料是否符合国际商检的要求。只要符合了要求，那么交给一个出口代理公司办就行了。测评是一种商业服务，谁交钱都能办。代理是一个弹性词，代理关系的成立取决于双方开出的条件。那咱们能开出什么条件？格律诗音箱需要有柏林、巴黎、伦敦3个城市做红条，使用说明书需要有权威客观的测评，需要有中英德法4种语言，需要有诸如像英国总代理这样的标称。为此，我们准备付出8套音响的代价，其中2套是我个人购买，和公司行为没有关系。8套音响怎么也得20多万，乐圣和斯雷克该头着了。本来没啥可吹的，这下可有的吹了。咱把人家没做到的事儿都做了。乐圣、斯雷克是2家权威音响公司，无论他们想在里面怎么做文章，都得先把你格律诗挂在笔头子上。
一夜之间你能和乐圣斯雷克称兄道弟，该知足了。对呀，是这个理儿啊。办这件事情的人需要有护照、签证，有外语能力，要熟悉当地的情况。小丹符合这些条件，所以趁着探亲假办这件事情比较合适。这个是公司委托他去呢，还是他趁着探亲捎带手给办的？咱实话实说哈，这都牵扯到钱的事儿。如果是公司委托他去的话，那这路费、食宿费，还有那个翻译费，这些也都不少钱呢。是小丹捎带着办公司的事。玉总，你这么揣度小丹，我觉得不大合适。啊，小明也是替公司考虑，其实心里真没啥。兵哥，你刚才分析的那些是很有道理啊，可是我们觉着呢，还是挺空泛的，好像抓不住一个实质性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们对这个专利、测评、代理这些事儿还是有看法的。我们的意思呢，就是趁现在这花钱的事儿还没有真正的铺开，改变主意还来得及，咱就踏踏实实的从机柜做起，逐渐的向音箱方面渗透。如果是公司的决定呢，我们执行，但是我们保留意见，至少我个人持保留意见。你们当初找大哥帮忙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不知道啊。我找大哥帮忙是因为我相信大哥，所以也就得承担这种相信的风险，否则我就不知道找大哥帮忙的意义在哪儿了。如果你们需要一个决议的形式，那我表个态，今天咱们的这个会就是决议。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咱们就散会。散会之前我说一句啊，就是刘主任印名片的事，我希望以后有什么事儿事先跟大伙儿打个招呼，至少要跟叶总打个招呼吧。我说完了。干的干死，闲的闲死。我听世杰说你们要找我聊聊钢琴漆面的音箱啊，昨天装好了一对，还有一对呢，志明的媳妇儿正在打磨。真有点不敢相信了，这比小丹家那对音箱做得漂亮多了，就像从流水线上下来的一样。外行了吧？这种效果呀，只能靠手工能做出来。如果教会能够利用他们的组织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就让他们干。都是王庙村的人，主不主的，那是人家的事。这事儿我没意见，只要教会适合干，就给人家干吧。天哥，吃个晚饭再回去呗。你带丁哥去吃剩菜，我去你家吃人间烟火去。走，走。
吃好了没？那3块钱嘛，不用吃饭了。感谢主赐予我美食。喝点拿来。来，进来。金哥，哎，来，天冷了，我给你换上厚被子啊。好，谢谢。哎，你好。哎，都坐啊。抽烟吧。哎，师姐。啊，丁哥。丁哥，咱这机柜真的有市场啊！只要生产音响的厂家存在的，你的产品就会有市场，除非你不行。我有啥说啥，丁哥。不管咋说，我是王庙村的人，站在王庙村的角度考虑，有时候也有一种担心，这万一将来公司垮了可咋办？
再过10几天就快过年了，我想请大哥吃顿饭，你回去帮我游说游说，定个日子。我记得除了那顿刁难他的酒席以外，他在咱们店里就吃过1碗烩菜。你能叫到大哥就不用请，用请的还是你大哥吗？怎么不开灯啊？禅定。参你探亲的人，你不是说公司那点事儿，傻瓜去了都能办吗？那就没问题了。这是我分红的钱，出去吃饭就不带着了，先放着。不是公司的事儿，是参你。参我？我有什么好参的？依你的条件，如果你是从法兰克福回中国探亲，才符合逻辑的习惯。至少在普通人眼里，你的生存状态是一种病态。因为警察不挣钱。如果我在法兰克福待着，就不是病态了；如果我是回国投资的富婆，也不是病态了。这种问题一直有人问我。我听多了，我什么都不是，就这样。酒店股份的收入是工资的好几倍。如果你现在没有了这部分收入，或者说欧阳雪当初把这个买卖给做赔了，那你现在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或是辞职，去另找财路。或者是正在法兰克福大学读书，那这个圈子就兜得太大了。你当初还不至于幼稚到连警察的工资是多少都不知道，那不报告警察不是更简单吗？你今天怎么了？你想推导出来什么？所以，你的生存状态不是病态。用佛教的话说是。自信无所挂碍，是自在。自在是什么？就是解脱。参来参去，我不如你。乖，快醒醒，咱不禅定了，带你出去吃火锅，再馋就馋傻了。破小子还讲究这些干什么呀？这样挺好。以后出门就这样。春节一过就是市场淡季，租门面房的机会比较多。跟肖亚文联系一下，请他在北京帮忙给公司租。具体什么要求？地段、面积、价格？开个音响店，你就跟他说有这么个事儿，他会听得懂。行，我跟他联系联系。你对叶小明这个人有什么评价？到目前为止，我对叶小明的评价只有一句。但是评价一个人仅仅用聪明或不聪明。我现在什么也没有，老婆离了，工作丢了，身子骨也改，换了别人早死了，也就是我还顽强的活着。那个王小姐，给你咨询个情况。好。你们单位有没有大龄青年（括弧女性）？哎呀，有啊，括弧难看。怎么这么巧，都让我们赶上了？就凭这一笑，咱们也没白来。
一个鸳鸯火锅，鱿鱼、牛肉、豆腐、菠菜各要1份，再来一个啤酒。国外你都去过吗？太远的地方没有去过，也就是巴黎、伦敦、罗马几个德国周围的城市。去过莫斯科几次，都是因为转机停几个小时，看一看红场，逛一逛特贝尔大街。给你个建议，探亲返回的时候拐个弯，去耶路撒冷看看。耶路撒冷一点也不顺路，那得绕多大个圈子啊！我去过，绕不了多大圈子。耶路撒冷是世界3大宗教的圣地，真主、上帝、耶稣都在那。有条件的话，真应该去看看，增长见识。什么意图啊？旅游就是意图，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就是意图。你既然建议，就有道理。行，到时候我拐弯去一趟。知道我是怎么看你在古城吗？不知道。你在古城，所谓的亲近，其本质就是出家。如果不是我以美色舍身相救，你剃老头就是和尚。我也纳闷啊，怎么老没涅槃呢？原来是等你宽怀一度。你是谁，我是谁，这些问题我也想过。我们俩活得不一样，我活得很简单，你活得太复杂，不是平行的2条线，是交叉而过。但是，这于我已经够了。这不是一个简单和复杂的问题，是生存境界不一样。你活的是自信自在，不昧因果。通俗的讲是什么？平平淡淡才是真。我是老想活个明白。老是在私意的圈子里晃悠，离你的境界我还差了好几个位格呢。我在那么高的境界上呢，我怎么不知道呢？你自信本来无需知道啊。真会抚慰我们众生呢。哎，你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在普通人眼里那是病态？怎么又回到这个问题了？类似这种话我听多了。要么说我傻，要么就是想挖掘点思想火花什么的。我从来不回答这种问题。那么多人干警察，怎么一到我这就不一样了？说到底，就是因为我有德国居留，身份就金贵了。德国居留没有价值吗？我就曾经为了抑制永久居留，在柏林待了10年，为了这个去工作，买房子、纳税。德国居留意味着东西很多啊。高收入、高福利，不愁生老病死，自由出入欧美国家，在国人面前有面子、有身份，你搁得过去，甚至还有华侨商店的待遇。出国的人肯定是为居留权奋斗，我母亲连国籍都加入了，但是这个我不说了。你把但是后面东西说出来。但是，你能得到的。是人家德国人能够给一个中国人的东西，包括你在中国人面前的优越感。总有一些东西是人家不能给的吧？比如说，你永远是边缘人，你融入不到别人的主流社会。哎，你不用提醒人家，人家错待不了你。警察是主流社会的标志，在德国你做不到，在中国就能做到。这就是国籍和血统给你的权利，这就是祖国。同志啊，同志！没有在国外待过的人，很难理解“主流社会”这个词对于一个普通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生活在主流社会，他们不缺祖国，缺的只是一点钞票，所以不理解。我就是觉得警察威风。我就是想要那种感觉，这和思想火花没有关系。
所以，你活的不是简单，是奢侈，是首先得放下点什么，这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奢侈。我已经飘飘然了。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仅从这件事情上就可见一斑。我在柏林前后待了12年，你能感受的我都感受了，是吧？你是想到了就做，该拿的拿，该放的放，自性作为，不昧因果。我呢，就在那儿参呐参呐，没完没了。越想活个明白，就越不明白，一直参到了死胡同里出不来了，就蹲在墙根底下打瞌睡。你是大狼狗，闲着没事就蹲在墙根打瞌睡吧。喂，小邓，我马上就到了。好，我在门口等你。我准备了几块蛋糕，天快黑了，路上不敢停车吃饭。大文说了，到了北京他请客，晚上一块吃饭。哎呀，带这么多的钱，开夜车去北京还是第一次，心里挺虚的。你说要是真碰上歹徒，那怎么办啊？不慌就行，你越慌啊，越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要是真碰上歹徒，你开枪了算不算犯错？我这当保镖是警察职业病的问题，警察就不能有朋友了，就不能陪朋友出去办个事儿了？哪条法律规定警察的朋友就不受法律保护了？就是，警察朋友那也是人民群众一员呢。走了，走吧。来，坐好。谢谢。小丹，等好久了吧？是啊。这欧阳雅文吧？啊，你好，你好。咱们俩在电话里聊过，今天终于见面。就是啊，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朋友，这位是张姐，张静。哎，你好，你好。这位是小杨，杨进忠。小杨，你好。这回真是一头扎到音响堆里了。啊，过来了哈！你好，你好，久等了，等老半天了。这位是赵云哲先生，这位是赵夫人。你好，这是承租方欧阳雪小姐。这位是我的朋友。哦，你好，你好。哎，要不咱们进去看看？看，进屋看吧。办公室秘书韩总已经在饭馆订好了位子，让我来接你们。谢谢啊。你们交代的事儿基本都办了，这是附近几家比较有信誉的代理公司和一份房屋租赁合同。房东交代一定要按年付租金，年租金是24万，价钱已经跟去年持平了，已经没有商量余地了。真是太谢谢你了，雅文。嗨，可别说谢字，
都是些问路跑腿的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大事我也办不了。这些对我们来说可都是大事情。就是，仓库我联系了几家，条件还可以，就是远了一点儿。仓库不比门面房，你们注册公司和装修房子还有一段时间，我也就没急着找。我想再找找更合适的。门面房我觉得还可以，地理位置和卖音响的比较扎堆儿。春节前那几天呀，一下班我就去逛音响店。哎呀，我什么都不说了。再说就又是套话了，你还是说了，而且还多安了一句。好好好，这回我什么都不说了，脑子太快了，我都不敢说话了。今日机缘巧合，大家聚在一起，很是高兴啊。欧阳雪他们今天刚刚租下了店面房，咱们就为欧阳雪的音响公司早日开业干一杯。好，来，干杯！谢谢韩总。好，来干！来，干！好，来坐，来，这个吃菜啊，这个尝尝这个大烩菜。你找这地儿不错啊，有点辣啊。小文，好，欧阳雪他们对北京的情况不太熟悉，不管他有什么事儿求到你帮忙，有难处的话尽管言语一声。说不定谁还能伸上把手呢。他们就是找个店面，租个仓库，再找几家正经的代理公司，都是一些跑腿的活儿。这样有为难的事儿，他们也不找我，我也办不了。租仓库，店里没有库房吗？有，真想挤也能挤出2间。可丁总要的是150至200平方米的仓库。那你给他找的仓库在什么地方？联系了几家，条件还可以。就是远了一点，最后还没有谈下来。这点事儿啊，你就不要乱跑了。找马总交租金就行了。这个我没想，也不能够啊。如果丁总要跟马总租一间仓库，打个电话就行，不用从我这儿兜这么大个圈子。既然丁总差我，我想这点小事儿不值得惊扰马总啊。哪里，谈不上惊扰，我要是原因，我也不找你。你说到哪儿花钱都能办的事儿，干嘛这人情落给你？这话说的，那就是元英想落雅文个人情了。哎，诧异，雅文和小丹的关系根本不缘起人情，那就是元英见外了。回头啊，我打电话批评他。正天大厦的负1层和负2层都是仓库区，大部分服务于进场的商户，一部分租给大厦周围有背景关系的商户。虽然租金贵点，可还都打破了头往里挤。正天大厦的仓库不是简单的租房子，它是由专门管理、保安、消防、通风全有保证，就像银行出租的保管箱，不用你派人守着，车辆一脚油门到库房，进出货物特别方便。行，这2天我就去正天大厦联系。谢谢马总。千万别提谢。一提呀，我跟元英和韩总都生分了。哎，来，大家都别闲着，吃菜，喝酒。哎，来吃菜。雅文，夹菜啊。来，喝啤酒。来。好。来，进来。你们俩呀，睡床，一人一条被子。我呢，睡沙发，盖条毛毯就行。这儿暖气还行，不冷。还有2个多小时就动身了。哎呀，咱们难得见一面，聊聊天吧。好啊，一会儿我去煮咖啡，谁困了谁先睡。小丹得睡会儿了，你回家就没事了，你还得上1天班呢。就是啊，小丹是得睡会儿。我呀，跟他太熟了，没什么可聊的。哎，欧阳，咱们就是那次为了古城租房子的事儿通过几次电话，一直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聊。之前我居心多叵测呀，把你们赶到客厅，我自己占这么大一床，我真的不困，我是躺着睡不着。睡不着也得睡，赶快睡。你睡，快睡。关灯了。好。
欧阳，咖啡来了。这咖啡啊，煮的还是挺香的。你们白领女人和普通女人就是不一样，生活讲究个情调和品味。也不是品味，是为了省钱。平时我自己也舍不得喝，都是有同事和朋友来的时候煮上点儿，省点钱还得紧着供房子呢。我这地方太小了，来个朋友也没地方住，委屈你们了。我看这房子挺好的，一个人住很舒服。就这么巴掌大点的地方，工资的一半啊都填给他了。啊，你是哪儿人啊？小丹没告诉你吗？我是武汉人，考到北京的，大学毕业后没回去，一直在北京飘着。家里我最小，又是女孩子，没人指望我，走哪儿算哪儿。那年你去法兰克福找小丹，怎么没想留在德国发展呢？我那是工作签证，跟小丹的不一样。我学德语的时候是想留在德国，可是等我学成了，却又改主意了。为什么？德国的移民法不比从前了，特别苛刻。先别说我能不能过去，真去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留学居留这条路。拿个文凭啊，还是得回来打工。也许嫁个有德国国籍的男人是一条出路，可是为了个居留权，我得把自己给卖了，那居留还有意义吗？既然怎么都是打工，还不如早点回来打工赚钱。等将来有机会自己开个公司，自己就把自己给解放了。小丹这个人你知道，嘴严着呢，不大说跟当时无关的事儿。以前呢，我对你不是很了解，但今天晚上我看在饭桌上你跟韩总说的那些话特别到位，一点都不端着，让我挺佩服的。嗨，手里空空的，拿什么端着？哎，你怎么出来了？不睡了？睡不着，闻到香味儿就跑出来了。好香啊！煮的特别好喝。自己放大。按原英的计划，过完春节，格律诗音响店在路人的不经意中悄然开业了，没有彩带和庆典。哥，哎，叶总呢？刚才出去了吧？这就算开张了，这么不知道丁哥怎么想，连个花篮都不让摆，非要这样，一点开张的样儿。现在是销售淡季，不闹出点动静都不行。来，二位里边请。来，随便看一下来。刘主任，二位随便看看。哎，老板，怎么没有音响器材啊？你们这是音响店还是音响辅助器材店？哦，我们今天刚开业，音响还没摆出来，你们可以先看看这些辅助器材。我们的机柜和音响脚架绝对保证质量。哦，老板，这些机柜是时间久了不会变形吧？你可以看看这份说明书，如果机柜变形了，我们保证退货，而且加倍赔偿。哎，真沉啊！这个书架箱放上面挺稳的。你看机柜早该换了，一直还没找着合适的呢。嗨，既然老板说了质量不行可以退货，而且还给赔偿，咱买台试试。也是啊，老板，这给不给送货啊？送，还给安装。行，给我来一台这样棕色4仓的。哎，小杨，哎，拿一套棕色的4仓机柜过来。好嘞，哎，二位，请坐，请坐，请坐。小杨，哎，我来。没事，我慢点。我来。慢走啊！好嘞，再见。
那刘主任我就去了，去吧去吧。哎，再见，再见啊。今天营业额是多少？卖出5套4仓机柜，1套2仓机柜和2对音箱脚架，总营业额3620块。哎呀，不错不错，今天刚开张就有生意哈，现在是销售淡季，以后啊会越来越好。小明，唯一别扭的是咱这音响店里没有音响。嗨。行了，专利这事儿办完了，心里就踏实喽。小明啊，回去咱就把音响摆上。开音响店里没音响多别扭，咋看都像家具店。事情办妥了，咱得给董事长汇报汇报工作。哎，董事长，专利的事办妥了，多交了50%的加急费。出口代理的事不急嘛，行，我先咨询一下吧。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是吧？行，我知道了。哎，董事长，咱那个音箱该摆出来了，还有功放啊、套件啊这些事呢，也都该谈了。咱这初来乍到的，也该跟同行联络感情了。我的意思呢，就是想请乐盛还有斯雷克的人一块儿吃顿饭，规格高点，多花俩，也算咱格力时有个姿态嘛啊！哎，那怎么行啊，董事长？还是得给您打个招呼，要不然将来查账的时候可就说不清了。就这样啊，哎，小明，你是总经理，吃顿饭还要跟他打招呼，礼多人不怪嘛。好，走吧。走。你上去问一下，这儿停车不方便，我就不上。怎么样？怎么样？咱这点事儿啊，对人家欧华来说那是小意思。北京市不一样啊，啥都讲道理，有钱干啥都省事儿。哎呀，这商检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说道哈！这份材料咱得给世杰传真过去。像油漆、板材、粘合剂这些材料，得给厂家索要质量检测证明。出口代理费呢，按营业额的5%收取。运输费、报关费、商检费、仓储费、港口运杂费、保险费、银行手续费。哎呦，这得多少钱呢？我又不是真有市场啊。这种开着宝马车在北京出口大公司找点干。这云里雾里的，谁敢当真呢？天塌了有个高顶着，咱怕啥？下站咱去哪儿？去仓库提一套音响。如果是按我的意思，就不会把音响店开到现在的位置，更不会租这个仓库，咱不摆这个花架子。北京的地面太大了，咱应该把店开到东城边上啊，充分发挥车辆的优势。啊，
放弃零售市场，立足北京，兼顾天津市场。这话你开会的时候怎么不说？现在说有什么意义啊？说了也没用，人家得按套路来。慢点儿。那咱功放放哪儿？搁后备箱。关。行。来搬音箱，音箱来了。真的？哟，这么长。轻放，先放这儿，我来吧。真的，哎，今天生意怎么样啊？下午卖了一套，人家自己有车，直接就拉走了。汇通打电话订了4套，晚上6点之前我就都给他送过去了。哎，刘主任，不错不错。来，哎，我来。哎，有点音响店的意思了。咱们开个小会，有几句话我得交代一下。待会儿啊，刘冰跟我去斯雷克订器材，情况要是允许的话呢，咱请赵总还有于总啊，晚上一块吃顿饭。气氛要是好呢，再请他们到咱店里头坐坐。以前我在古城啊，代理乐盛跟斯雷克品牌，跟赵总还有于总的关系都不错。现在咱公司呢，用乐盛旗舰套件，用斯雷克工坊，这于公于私都应该跟人家搞好关系。当然呢，今天晚上人家可能来，也可能不来，但是咱一定要做好人家来的准备啊！真够啰嗦的。你就说注意事项吧。这一呀，就是要大方，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啊。这2就是要热情，当然也不能太过分啊，好像咱非得要巴结谁似的。这3就是脑子得多跟前啊，不该问的就别问，不该多嘴的呢就不要多嘴。行，哎，叶总的话记住了吗？记住了。哎，我主要就是说你呢，给你留着面子呢。哎呦，我晕！这话还用跟我交代啊？我懂。行了，专利这事儿办完了，心里就踏实喽。小明啊，回去咱就把音响摆上。开音响店里没音响多别扭，咋看都像家具店。如果是按我的意思，就不会把音响店开到现在的位置，更不会租这个仓库，咱不摆这个花架子。情况要是允许的话呢，咱请赵总还有于总啊，晚上一块吃顿饭。气氛要是但声音薄点。赵总，哟，小明老弟，来，你好。哎，赵总好啊，赵总好。听说那条街开了一家音响店，差人过去瞅了一眼，原来是你小明老弟啊！本想过去讨个喜庆，愣让你那宝马给吓回来了。我真以为你去年。
来，请坐，请坐。电源和功放前级各24台，功放后级是48台。此林的签名版 CD 机是12台。要求电源和功放的电压宽带是110伏到240伏。后级功放其中后部加装电位器，后级功放的音量已经有前级控制了，你再多加电位器，不是多此一举吗？这些器材啊，是配置格律诗音箱出口用的，出口10套，备份2套。法国的电压是127伏到220伏，英国是240伏，德国是220伏。一对音箱呢，要用2台电源、2台前级和4台后级推动。此林的签名版 CD 机本来就有双路输出和电压宽带，不需要改。安装电位器，质量上我们也会特别注意，别到了欧洲砸了斯雷克的牌子。只不过这批货是特制，价格上可能要有点浮动。哈哈。按照公司的规定，你先交点定金。没问题，你说个数吧。10几万的货，定金1万。行。我给你开收据。赵总，还有一件事儿，请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一面子。严重了，严重了，有事儿你说，兴许啊能帮上忙。我呀，早就想请赵总还有于总一块儿坐坐啊。其实我今天呢，来订货并不是最主要的，就是想请2位赏光一块儿吃顿饭。因为怕赵总呢你误解了，所以我就先把这订货的事儿给先办了啊。我绝对没有要借吃饭砍价的意思啊。赵总你面子大，还是请你帮我约一下于总。哎，你给我送单生意，应该我摆酒道谢才是。今晚上这顿饭我做东。哎，那怎么行呢？喂，志伟啊，我中涛，晚上有空吗？没事儿，找个地儿喝点酒，看会儿。真没事儿，没外人。你来了就知道了。行，快点啊！志伟一会儿就来。赵总，你要是这点面子都不给的话，那我们就告辞了，下次再请啊。哎，别，这样吧，下回算我的，怎么样？来日方长。走。一见宝马就知道小明驾到，真人终于露相了。哎呦，不容易啊！幸会。到了北京，没有及时的拜访2位，得罪啊！今天晚上我做东，这顿饭呢，全当兄弟我谢罪了。好，一听说是你开店啊，就想去聊聊，可闹不清你啥来头，不敢造次呀。本想你开张的时候会送张帖子什么的，可左等右等，
不见邀请的意思，好没面子呀！哎，赵哥，你看人家小平混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呐！惭愧，惭愧啊！哎，叶总啊，我们该走了，一会儿烤鸭店没车位了。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啊！走走走走走！哎，这位朋友挺面熟，好像以前见过啊。我叫刘冰，以前陪叶总到你那儿进过货，见过。哦，这是我的名片，多关照。哦，是刘主任，幸会幸会。你好，你好。你坐前头带路，走走走，上车。来，你看着啊。你好，欢迎光临。有包间吗？哎，包间没有气氛，冷冷清清的，不是那个味儿。大厅好，热闹。行，那就大厅吧。来来来，好，坐一坐。好。好。谢谢。谢谢。赵总，你是老大哥，你来点菜。嗨，谁也不是常来，简单点。嗨，我这也看不出个什么名堂，干脆这样吧，来一只烤鸭，4个热菜，2个凉菜，挑最能够代表便宜坊特色的招牌菜，荤素给搭配一下，再来一瓶茅台。哎。茅台不要了，来瓶老北京二锅头，65度的，4个热菜吃不了，退俩。我这兄弟开车来的，不能喝酒，给他上俩饮料。赵总，你别这样给我省钱呐，一顿饭的钱我还是请得起的。这儿的菜啊量大，这些菜能吃完了就不错。在北京吃老字号，就得喝老北京二锅头，真正发烧级的烈性酒。非得喝出个闲云孤鹤的感觉，那才叫地道了。哎，赵总好，于总，咱们敬赵总、于总一杯啊！来，谢谢。哎，干了啊！好，哎。叶总啊，你那辆车真气派啊！哎，车再好那是人家的，哪像你们呢？车好赖是自己的。别，可不敢你的这么说啊。那你是不想让我混了？那车是给我们总公司领导来京预备的，我可没混到配车的级别呀。我那破吉普也叫车，怕你站旁边，都嫌寒碜。哎，赵总。兄弟，我没得罪过你吧？啊！来。怎么样？我不错，还真是地道。哎，两位，要是没啥事的话，到咱店里头去坐坐啊，也给咱指导指导。好啊。虽然是迟到的邀请，也不错嘛，啊！好啊，我呀正想看看你的玩法，怎么就在后机加装电位器呀？来，啊！何律师，字号起的不错呀，啊，不俗。朋友帮忙给起的。来，两位里边请。好。好，来，坐，里边看看，里边看看。
哎，你这不是库房吗？听音室呢？以为是音响店还是机架专卖店？这间呐，本来是想用作听音室的，因为没啥器材可摆呢，就没急着装修，当杂物室用了。晚上呢还能住个人。我要是说没有听音室啊，好像是怕你们看似的。其实啊，就连这套音响也都是今天刚摆上的，要不然呢，可就真的成了家具店了。叶总啊，你也是个烧家了，怎么把音响店开成这样了？以前听人家说还不大相信，今天一看呀，还真是这样。瞎混呗，谁家没本难念的经啊？啊，来。小明啊，开声听听。好啊，坐坐。一条线，多过硬的一条线，不打弯，不打折。上帝，过去都算白活了，怎么想出来的？这哪是发烧啊，简直是发烧土匪！服气，玩出文化了。两组套件放在一起，增加1倍的推动，算是中低频反射效率。拿掉假低频，增加真声的密度和亮感。原来竟是如此简单啊！土匪，真是土匪，洋洋洒洒不拘一格，真玩出文化来了。哎呀，我总算是找回点面子了。我得见好就收啊！咱不说这个了，听音乐啊！好思路，值得借鉴。建议乐盛总部生产一批。我代表斯雷克公司强烈支持。你们走一段箱子，斯雷克工坊就翻一番，岂有不支持之理？哎，那怎么行啊？这箱子我都报了7项专利了，全仗着它填饱肚子呢。跟乐盛旗舰比，你们的箱子算天价了。供货怎么走？啊，7600。哎，今儿晚上不谈这个，听音乐，听音乐。哎
天国的女儿，没错，你是妈爹。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对，过瘾，外加7个感叹号。经典旋律，这是能把石头变成诗人的曲子。哎呀，天堂之路啊，咱就一点一点征服吧。这么弱智的观点，一瓶老北京二锅头已经闲云孤鹤了，再有天国的女儿这么一醉，不用征服天堂，我们已坐拥天堂了。小丹，快来快来，坐。看你喜气洋洋的，找我有什么事儿？有好事儿。按照大哥规定的时间，昨天我去把股票卖了，70万的股金毛利达到了119万7呢，其中你20万的股金毛利是34万2。你看，我给你办了个存折。这只股票咱们去年买进的时候是每股9块钱，10个月以后就涨到了每股24块4，涨幅达171%呢。大哥真是神了！我去过股市几次，真看见有人哭，想想都害怕。现在我才明白，当初大哥为什么要让我承诺保密。都说股市是精英的坟墓，咱们这小鱼小虾的根本就不敢往上凑。咱们要是去炒股啊，怕是连坟墓都找不着。这次买股票真是让我长见识了，真不是谁想炒股谁就能炒的。想想那些小散户真可怜，整天扬着个脖子看大盘，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汗钱被别人卷走了。见识过这么一回，这辈子我是不会再买股票了。歪打正着，发力比外财。哎，小丹，你的碳金假批下来了吗？批下来了。这么说，你很快就要去德国看阿姨了？是啊，不过我得先去找我爸。找你爸？我得先把借钱还了呀。我让厨房给你做了2个菜，你带回去省得再做。行。你的姓名、出生日期1967，什么民族、文化程度。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明阳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准予执行死刑。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们可以尽量满足你。想见一下上次提审我的那位警官。我需要请示一下上级领导，你别的还有什么要求吗？准备好了，都带齐了。这身衣服是去年去北京的时候买的吧？穿的真精神。李局长你好，我是于小丹。小丹吗？你在什么地方啊？我在家，正准备去机场。李局长有任务吗？是这样啊，今天上午9点执行王明阳的死刑。刚才看守所来电话，说王明阳希望刑前能见你一面，我还没有答复呀。先征求一下你个人意见，你接不接受啊？有没有时间？李局长，我是10点05分的飞机，估计还有1个多小时的进时间。如果法院和看守所方面同意，我现在去看守所还来得及，可以见一面。那好，我通知他们，你现在就去看守所。好，我马上到。欧阳，你等我一下，我先去换套衣服，先要去一趟看守所。那飞机还来得及吗？来得及。去完看守所再回来换衣服可就来不及了。我把衣服带着，去深圳再换。
那好吧，我先把东西装上车，你快点啊。好。欧阳，你就在这等我吧。要和三五。情况是这样的，法院呢今天上午判了王明阳死刑，上午9点就执行。王明阳早就有过交代，不叫他家人来看他，即使来了他也不见。他的后事呢已经交给殡仪公司去办理了，骨灰也不留。这8个月他在我们所里表现一直不错，从来没有闹过事儿。他就是想见见你，听说是你抓的他，而且他冲你打了一枪，枪没有响。看到你亲眼击毙了他的朋友，又是你启审的他，对我们警察办案也是比较服气。要走的人啊，能满足他的要求，我们尽量满足啊。行，我知道了。人在这儿呢。可以给他抽支烟吗？可以。本来我只是提个要求，没想到你真的会来。刚才听所长说你正在休探亲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枪从来没有发生过哑弹，你是唯一的一次。你现在还活着，取决一次偶然的哑弹。我亲眼看见你打死了我的朋友。咱们也谈论过圣经的救赎，算是生死之交。所以临走前，有机会的话，还是想见你。我不知道这种时候该说什么合适。我看你很平静，心安就好。你的枪法很好，我老想起你开枪的那个场面，真漂亮。有时候我也想，一个女人亲手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该是什么感受？很矛盾，心理上肯定有影响。因为一个偶然活下来，后怕吗？后怕、庆幸都有。我对你说的一句话想了很久，很佩服。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一句话把基督、道教、佛教的经义都概括了。你这个年龄，该有这样的学识。事实上，我也没有。先炒现卖的，但是道理不虚。时间到了，押解囚犯上车吧。见过面了，就这样吧，一路走好。
诉死亡，我的心情复杂而沉重。那是一种天性使人的悲悯。这个世界要是没有罪恶，那该是多么美好啊！哎，坐。没吃饭吧？机票打折，飞机上的供餐也打折了。那我告诉你，一个细节能解读出很多的东西，这是一个刑警最基本的素质。这天国。您那个观念还停留在
儒家政治、神话传说一锅粥里，观念不对称，说不明白。和品味。
Guten Tag. Kurfürststraße 23, bitte. Danke Ihnen vielmals. Danke.我乘车来到了丁元英在柏林布尔伦布大街的房子。这套房子是德国人的风格，在这里除了简单还是简单，找不到情趣和意境，找不到想象力，一看就知道这是丁元英当时为申请德国居留权而购买的房子。在这个房子里，可以想象元英当年为得到那张德国的绿卡苦熬的日子。你好，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的？我是来取货的。护照。稍等啊。没问题，你可以提货，只要办个手续。我给你核对一下，一共是6个单件，占了1个仓储货位，寄存了22天。另外，你需要的汽车还有装卸工，现在看你需要把货物送到什么地方，你只用付一下装卸费、运输费还有储存费就可以提货了。我今天只取2件，一件送到菩提树下大街中华园饭店，一件送到选帝侯大街索林特博彩俱乐部，剩下4件我过几天再过来取。爸，我已经请好了探亲假，后天就去德国看我妈。我今天只取2件，一件送到菩提树下大街中华园饭店，一件送到选帝侯大街索林特博彩俱乐部。
你好。你好，打扰你一下，请问郑建石先生在吗？我是中国来的，他的朋友给他带一些东西，麻烦你告诉他一下，看把东西卸在哪合适。对不起，曾经理不在，您稍等，我去叫大堂经理。好的，谢谢啊。是小丹，哎，知道，听楚风说过几次。小丹，你可千万别黏你们啊！我比元英大2。元英一失踪就是2年啊，现在总算有点音讯了。好啊，哎，你让他们先卸车，我马上就过去啊。好。郑大哥，那你先忙，我卸了车还要去给珍妮小姐送一套。我用的是一家代理公司办事处的车，还有司机和几个装卸工，就不能等你了。好，那一会儿见。Guten Tag. Ich bin der Assistent von Frau Jenny. Frau Jenny ist gerade in der Sitzung. Wir können trotzdem schon rausgehen. Danke. Das ist ein kleiner Moment warten müssen. Okay. Guten Tag, Jenny. Ich bin eine Freundin von Ding Yuanin und komme aus Gucheng in China. Ich bin gerade von Chengs Chunghua Yuan Restaurant hierher gekommen. Yuanin hat Ihnen und Herr Cheng jeweils eine Stereoanlage mitgebracht. Ihre ist schon unten im Wagen. Sie sind also die Freundin von Yuanin? Sie sind ja noch hübscher, als Han Shufeng sie mir beschrieben hatte. Also, wenn Yuanin eine Stereoanlage schenkt, dann ist das bestimmt nicht irgendeine. Der kennt sich nämlich aus mit Tontechnik. Du, bring sie doch einfach mal rein und lass den Tontechniker sie aufbauen. Und bereite ein Zimmer für Frau Zhui vor. Bring sie erst mal in die Bar runter. Ich komme danach, sobald ich mit der Besprechung fertig bin. Vielen Dank, Jenny. Aber ich habe bereits das Haus von Yuanin aufgeräumt. Ich sehe, Sie sind sehr beschäftigt, deswegen möchte ich Sie nicht mehr länger stören. Ich habe Ihre Telefonnummer und heute Abend rufe ich Sie an. Bitte sagen Sie mir, falls Probleme beim Aufbau der Stereoanlage entstehen. Danke. Aber wissen Sie, ich bin mit Yuanin befreundet, Sie sind mit Yuanin befreundet und Sie kommen aus dem fernen Osten, sind ja Gast bei uns. Und da lassen Sie mich mal das machen und mich um Sie kümmern. Bitte schön. Danke. Nehmen Sie bitte Platz. Darf ich Ihnen irgendwas zu trinken anbieten? Eine Tasse Kaffee, bitte. Einen Kaffee für die Dame, bitte. Wenn Sie sonst noch irgendwelche Wünsche haben, wenden Sie sich einfach an mich, ja? Hallo, hier ist Hinger. Im Hof steht ein Wagen, der soll entladen werden. Bitte kümmern Sie sich darum. Alles klar, gut. Wiederhören. Hier ist Singer. Hallo, Herr Gebesen. Ja, ist schon. Ja, also es ist jetzt im Hof der Wagen da, mit dem Geschenk für Frau Jenny. Ich würde Sie bitten, ein Zimmer zu suchen im Hotel und die Anlage dort aufzubauen. Seien Sie bitte vorsichtig damit, ja. Wunderbar, alles klar. Gut, wir sehen uns dann später. Wiederhören. Danke.
Ach, Frau Jenny. Die Frau Hui wartet schon da drüben. Danke. Ja, okay. Guten Tag. Guten Tag. Entschuldigen Sie die Verspätung. Bitte setzen Sie sich doch. Wie war denn Ihr Name nochmal? Sie können mich Xiaodan nennen. Gut, dann bin ich die Jenny. Duzen wir uns doch einfach. Nenn mich beim Vornamen, ja? Ja, gut. Einen Kaffee bitte, danke. Dein Deutsch ist aber wirklich gut. Wo hast du denn das gelernt? Mit 7 Jahren bin ich mit meiner Mutter nach Frankfurt gekommen und da habe ich 9 Jahre lang gelebt. Also, Yuanying, Chufeng und ich, wir kennen uns schon seit der Studienzeit. Die zwei sind echt stark, haben Charakter und Verstand. Chufeng, der ist eher vom alten Schlag, macht große Sachen. Und Yuanying? Der ist eher bescheiden, aber manchmal, da weiß man nicht, ob er ein Engel ist oder ob er einem etwas verheimlicht. 中国一样是这样。耶，那真的哟。哎，瑞小姐吧，郑建石。郑大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Entschuldigung, sie spricht sehr gut Deutsch. Wenn Sie Deutsch mit ihr reden würden, das wäre sehr freundlich. Ja, gut. Setzen Sie sich doch bitte zu uns. Bitte, setzen Sie sich. Oh, danke. Kaffee? Gerne. Ja, noch einen Kaffee bitte. Sie sind derzeit sehr beschäftigt? Ja, schon im Auto. Das ist Frau Hui und das ist Herr Gebesen, unser Toningenieur. Guten Tag. Danke. Diese paar Stärkeanlagen haben über 30 Varianten und die Verbraucher können sie nach ihren Bedürfnissen aussuchen. Diese Anlage wird in 2 Gruppen von verschiedenen Schichten betrieben. Der Trieb der Tiefentonanlage auf der Seite der hohen Tonanlage arbeitet mit einer Anlage zusammen, die die Amplitude der Anlage vermindern kann. Das stellt Korrektur und Ergänzung der anderen Gruppe dar. Deswegen können die Stärkeanlagen zu verschiedenen Platten und Umgebungen passen. Dadurch kann eine erweiterte Tonqualität ermöglicht werden. Der Wellenfilter mit Vollfrequenzamplitude ist ganz unterschiedlich zu dem Auswahlfilter. Mit Vollfrequenz kann man den Verlust der Musiksignale in höchstem Maße reduzieren. 你讲的挺专业。就这几句台词，来之前就背熟了。 Vollfrequenzamplitudenfilterung. Davon habe ich noch nie gehört. Sagen Sie mir Ihre Meinung. Einfach raus mit der Sprache. So viele Geräte für so kleine Boxen. Diese Asymmetrie ist einfach faszinierend. Es ist wirklich eine Meisterleistung, dass bei so kleinen Lautsprechern der Ton auch bei maximaler Lautstärke ohne Verzerrung wiedergegeben wird. Diese Anlage könnte wegen ihrer Tonqualität ohne weiteres über 15.000 Euro kosten. Und außerdem liegt ihr Reiz nicht nur in ihrer Qualität, sondern vor allem auch in ihrer technischen Kreativität. Und wer so kreativ ist, der muss ja verrückt sein. Kommen Sie mit uns zum Essen. Erzählen Sie mir alles über Tontechnik. Herr Zhang, da können wir doch zu Ihnen gehen, oder? Gerne, bitte. Ja dann, gibt es für akustische Messungen eigentlich keine offizielle Einrichtung in China? Das alles in Deutschland machen zu lassen, ist eine zu hohe Investition. Im Chinesischen gibt es eine Redensart.
Unsere Produkte sind gut, doch die im Westen sind die besten. Produkte aus Fernost haben eine lange Tradition und der Vorsprung des Westens wird immer kleiner. Doch das Yin und Yang braucht noch ein bisschen. Aus etwas Altem was Neues zu machen, braucht einfach seine Zeit. Und ich denke, wir sind auf einem guten Weg, oder? Mein Kommen hat Ihnen sicher viele Umstände bereitet. Okay, lasst uns essen. Das hier ist kaltes Huhn, Fuotiaotiang, eine chinesische Spezialität. Ins Deutsche übersetzt heißt es, der Buddha springt über die Wand. Ich als bekennender Buddhist sollte es ja eigentlich nicht essen, wegen dem Namen. Aber, naja, ich begehe immer wieder gerne Sünden. War nur Spaß. Aber jeden Tag wird im Restaurant geschlachtet. Das geht doch gegen die buddhistischen Gesetze. Und ich habe sie auch Alkohol trinken sehen. Das geht doch auch nicht im Buddhismus. Ja, ab und zu genehme ich mir gerne einen Schluck. Ja, ich bin Buddhist, doch ich lebe auch gerne mein Leben. In ein schönes Restaurant gehen, das ist doch einfach was Gutes. Gutes Essen genießen und schönen Schluck Wein trinken, das gehört doch einfach zum Leben. Also das finde ich eine gesunde Einstellung zum Buddhismus. Nicht so abergläubisch. Ja, ich denke, jeder sollte den Buddhismus auf seine Weise sehen und verstehen. Viele Dogmen des Buddhismus habe ich noch nicht verstanden, aber das ist nicht, weil ich nicht klug genug bin, eher, weil ich die Bildung nicht habe. Ich bete einfach nur und sage, Buddha, sei uns gnädig. Das ist aber auch schon alles.喂，小戴，是我。原因路上还顺利吗？挺顺利的，音响已经给甄大哥和珍妮小姐送去了。晚上我们一起在甄大哥饭店吃的饭。甄大哥说他想做格力诗音箱的欧洲总代理，这事儿我不好做主，所以得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建石在欧洲的华侨圈子里有一定的影响，对侨务也比较关心。他刚才给我来过电话，如果他想做，就让他做吧。你可以代表格力士公司给他写一份全权委托书。好，我知道了，待会儿就写。啊，那写完了早点休息，倒时差。我睡不着，想你了。那就想着我睡。我不在家，你吃饭怎么办啊？这个问题怎么回答都不行。如果说我一个人也能吃好，你会说我不爱你。如果我说一个人连饭都吃不好，那多酸啊！你现在是有人疼的孩子了，跟以前能一样吗？行了，早点休息吧。那你亲我一下，我晚上就能睡个好觉。哎呀，真酸，我也倒了啊！哎，我真倒了啊！乖，快坐稳了，我不为难你了。你一个人要注意身体啊。再见。好，再见。女儿啊，哎，你上回和宋代平说不中啊？这两天我中午放手机了，因为顾着让做活儿。那都不中，那你根本不平。那一块故意给俺表哥弄的呀！我就把咱表哥开除了。我那个压一屁股啊！赶快就把庄园收完了，赶快弄。哎呀，现在收割一点忙都没有啊，一点时间都不行。哎，铁军。你那下料那活怎么样了？我那翻沙那一块一点都全摞起来了，没时间。我这两天没做活，这两天也太忙了，忙死了，一点时间都没有。赶快忙了。好了。哎，刘哥啊，那
那喷漆棒咋样了？喷漆棒好长时间都没用了，跟你一样不是收粮食吗？天天这收粮食忙了我，哎呀，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估计还有3、4天，就完了。就俺老婆和俺孩子还有俺娘，在家都忙活着了。开始，拿回完了。这款有货，这款没货。那什么时候能来呀3天肯定到，到时候你们过来看看。慢走啊。再见。小明，棕黑两色的4仓机柜和3柱支撑脚架都断货了，你让世杰催着点，赶紧发货。我给世杰打过电话了，这一段呢是农民夏收，所以生产量要低一些，而且这夏天天潮，机柜跟脚架喷上漆呢，干燥的时间要比冬天长。催他们加班啊！现在是销售旺季，趁着现在多走点货。丁哥不是说了吗？不能耽误农民种庄稼。叶总，刘主任，饭打过来了，在这边吃吧。只有2份。好，我刚才吃过了。我一直在想音箱出口这件事。全世界那么多著名的品牌，什么时候轮到格力诗了？想来想去，总觉得这钱花的太冤了。丁哥说的那些代理条件呢，就跟白送一样，人家只是在店里头摆样子，就能白落一套音响，这种便宜事儿有人干。知道这件事肯定有人干，外国人也是人嘛。我就是觉得丁哥这么做是拿咱们自己的钱摆谱。丁哥在会上说的那些啊，是有道理，可是呢，跟现实有差距。他把王庙村的农民当正规军用了。怎么样？你脑子好使，多琢磨琢磨。这毕竟是咱自己的事儿，总不能老让丁哥牵着鼻子走。该说话的时候咱就得说话。现在啊，说什么都太早，咱先看看吧。大哥，你好。等好吧。昨晚我和袁英啊通过电话了。我知道，我已经把格力士公司全权代表委托书写好了。格贝森上午去咨询技术测评报价，让我等他的电话。代理的事啊，我去办。你把公司的印章和伦敦、巴黎的提货手续啊交给我。办这些事啊，大概需要1个多星期的时间。你在法兰克福等我消息就行。有什么情况，我和袁英直接联系就行。好吧，所有手续都在里面。这是路费3000美金，如果不够，你先垫上，办完事一起结算吧。昨晚上我和袁英啊聊了几句他筹划公司扶贫的事。我说他境界高了。他说不要拔高这事，就当养一盆花吧，能不能成活还两说着呢。我说这是布施的善举啊。如果说养盆花，那我也随喜浇浇水吧。你说你是探亲捎带着办这些事，我就不能联络侨务工作也捎带一下？站在我的位置想想，如果我连这点便宜都占了，别说我是个皈依的人，我连个凡夫俗子都不如了。所以说
你好。你好，今天来提货吗？今天把剩下4件全提走，还要麻烦你租辆车把东西拉到中华园饭店。那个，你先把这个表填写一下。欧洲啊，欧洲市场的价格是我看了一下价格表，整套音响的供货和零售差价呢是3540美金，其中呢音箱的差价是最大的。有一点呢我不明白，索林的签名版的 CD 机，你们完全没有给零售商留利润，这一点是你们疏忽啊，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不是疏忽，是没有办法。斯琳达 CD 机不是国产的，拿不到国内1级代理价，最多能拿2级批发价。785美元是斯琳达公司这一款 CD 机的全球统一零售价。格力诗公司从2级批发价买来到加上出口代理费和运费，已经超出了785美元。如果将来格力诗音箱有市场，那代理商可以向顾客推荐其他品牌的 CD 机。支大哥，4套音响他们会直接送到中华园饭店。你还有事就不打扰你了，我去百货大楼逛一逛，然后再去柏林墙旧址看看。那边等着格贝森的电话。好的，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再见。事隔多年之后，再次来到柏林，小时候的那些记忆已经完全不复存在。这里已经是一片和平美丽的景致。来到一处柏林墙的旧址，墙体已经陈旧了，上面眼花缭乱，涂着游人的签名、口号和各种主题的漫画，纪念冲破柏林围墙丧生的民众。据说有255人在越境时死亡。Oh, hallo, guten Morgen. Good morning. You speak English? Sprechen Sie Deutsch? Ja. Ah, Wie viel kostet das? oh, 20 Euro. 4, 5 Euro. 5 Euro. Ich glaube, ich höre nicht richtig. 5 Euro. Wissen Sie, was wir zu Hause alles brauchen? Ich habe 4 Kinder. Ich habe Hunde, Katzen. Meine Frau ist auch teuer. Sie geht viel ins Theater, braucht gute Kleidung. Also 20 Euro. Wissen Sie, wenn man sich nicht für Geschichte interessiert, wer will schon ein Stück Beton kaufen? Wie wären 10 Euro? Das ist ganz klug, was Sie da sagen, aber es bleibt bei 20 Euro. Entschuldigung. Hallo? Frau Ruhl, die Lautsprecher sind schon abtransportiert worden.
Ich habe Ihnen gesagt, wenn Sie dort sind, sollen Sie erstmal die Geräte zusammenbauen. Es gibt ein Problem. Das Nike-Institut in Berlin ist gar nicht die oberste Instanz für die Überprüfung der Elektroakustik. Wir haben jetzt mit dem anderen Elektro- und Akustik-Experimentalzentrum Kontakt aufgenommen. Sie wissen aber die Adresse nicht, oder? Wo sind Sie jetzt? Ich hole Sie dann ab. Ich bin bei einem Verkaufsstand beim ehemaligen Sitz der Berliner Mauer. Daneben ist ein Kino. Ja gut, ich weiß, wo das ist. Bleiben Sie dort, ich hole Sie dann ab. Okay. Stopp, hallo? Ich habe es mir überlegt, also 10 Euro ist okay. Das ist 50%. Das ist It's okay. top. So, und damit Sie auch zeigen können, wer den Stein geklopft hat, ein Präsent extra. Und es ist nicht nur ein Souvenir, denken Sie daran, es ist ein Stück deutsche Geschichte. Dankeschön. Dankeschön. Alles Gute. Rüscher dann, Elektrizitäts- und Akustik-Experimentalzentrum, wird zur Hälfte wirtschaftlich, zur Hälfte akademisch betrieben. Es genießt weltweit einen sehr guten Ruf im Bereich. Die Testkosten liegen so 1.350 € und 450 über jenen des Nike-Instituts. Jedoch sind die Testergebnisse aussagekräftig. Sehr vielen Dank. Nicht so sehr, denn wir haben schon seit langem eine Schlussfolgerung für die Stärkeanlage. Objektive Tests sind sehr wichtig. Jedoch löst der Klang einer Stereoanlage beim Anwender auch gewisse Gefühle aus, die mit technischen Mitteln nicht erfasst werden können. Daher sind auch subjektive Tests sehr wichtig, denn nur ein Mensch kann die vom Klang ausgelösten Emotionen beurteilen. Meinen Sie damit den subjektiven Test, den Gehörtest, den die Experten durchgeführt haben? Im Grunde genommen ja, aber er beinhaltet auch die Hörbeurteilungen der Kunden. Herr Hinger hat gesagt, ich soll ihm die Testberichte zukommen lassen, sobald diese fertig sind, da auch die Vorstandsvorsitzende schon sehr gespannt darauf ist. Der Test ist schon fertig. Folgen Sie mir bitte. Die Empfindlichkeit ist ein bisschen niedrig, was sie jedoch gemeinsam hat mit erstklassigen Anlagen. Betrachtet man die Testgrafik der Boxen und der Anlage, ist ihre Stereoanlage jener der Reihenwelle nicht gewachsen. Ihre Anlage ist jedoch hinsichtlich des Gleichgewichtsgrades und der Durchschlagskraft besser. Das zeigt, dass der Trieb durch verschiedene Schichten tatsächlich über deutliche Vorteile verfügt. Danke. Dann gehen wir. Es ist noch früh. Ich möchte Herrn Chen einen Ergebnisbericht bringen. Wenn er die Kommission bespricht, ist dieser Bericht sehr nützlich. Kein Problem. 郑大哥吗？我是小丹。米哈给实验中心的测评报告文本已经出来了，测试结果很好。好啊，随喜随喜。我先去饭店把测评报告给你送一份，你谈代理用得上。要不要我现在打个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袁英医生啊？我看不用了，这个结果是他预料之中的事儿。再说他现在正在睡觉呢。也是。郑大哥，我在柏林已经没有事了，一会儿我去跟珍妮小姐道个别，然后去袁英的房间收拾一下。今天晚上赶去法兰克福，我已经2年没有去看我母亲了。好的好的，我一会儿在饭店楼下等你。好的。
妈，哎呀，小呆呀，你这死孩子啊，从哪掉下来的啊？快把妈吓死了！我从柏林来，我在柏林办点事儿，待了2天。这次来啊，没敢告诉你，我怕您又是提前1个星期睡不着觉了。一晃又是2年了。来，你们先认识一下，这是契叔啊，契伯。老契，这是我女儿小丹。契叔您好。好。小丹，你这么没大没小的，和你契叔也握手。没关系。吃了饭了吧？没呢，我急着往回赶。想吃点什么？什么都行，炒个米饭吧。你跟小丹先过去，这儿有我照看就行了。我让厨房去准备一下啊。哎，走了。妈，契叔是什么人啊？这个回家再说。你去柏林办什么事啊？是欧阳他们公司音响测评的事儿，几句话跟你说不清楚，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是怕你不打招呼就去柏林办留学的事儿了。申请留学的材料带了吗？带了。今年都27了，一个女孩子整天拿着枪打打杀杀的，总不是个常事儿。家里人也跟着担心。女人呐，一晃就老得没样子了。妈是过来人，看得比你明白。趁你现在还不算老，赶紧给自己找个着落。妈，您不用操心，我心里有数。我还不知道给自己挣口饭吃吗？你爸为你留学的事儿来过几次电话了，让我做你的工作，不想让你读法律，想让你读戏剧创作。他说你要同意，他就去给你联系国内的学校。他还说他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传给你，也是在你身上有点寄托。我学的干的都是法律啊。你爸说这正是你的优势。他说你脑子好使，用心学上几年，那出来正是干事儿的时候。你考大学的时候就违背了一次他的意愿，他本想指望你成龙成凤呢，可你当警察去了。妈这一生啊，很失败，演了10年戏也没成个角儿，就守着这小店干了一辈子。我的事儿我自己做主。我爸也不能要求我为了他的寄托而生活呀。我干我能干的事儿，如果没兴趣的事儿，我干不好的。师姐蛋炒饭，竹笋香菇汤，谢谢。好，忙去吧。你跟他相处的还好吗？目前挺好。什么叫目前挺好？爱情得两厢情愿，我爱人家是一码事，人家爱不爱我是另一码事儿。没准啊，哪天人家不爱我了，你和我爸不就是个例子吗？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妈，都是成年人了，尊重一下人家隐私好不好？终身大事还是慎重点好。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这个糟糠之妻不下堂，把中国妇女害惨了。因为我可以是糟糠，因为糟糠可以不下堂。如果糟糠之妻早下堂，中国妇女就不是现在这个素质了。女人不是因为被爱才可爱，是因为可爱才被爱。如果我再老，刑警队也不会淘汰我，我也不用留学啊。难怪你爸说你脑子好使，说的是挺精透的。
好，七叔再见。还不早点休息啊？妈都给你换新的。妈，我每次来的头一天，你都要跟我聊到半夜的呀。你呀，先到床上躺下，妈跟你说话。快了，要睡了。妈，谢谢你。用得着这么跟妈说话呀？这么多年，你没在妈妈身边，妈妈也没能好好照顾你，总觉得欠你的太多，心里不是滋味。妈，这话该是我说的，你要再这么说啊，你还让我活不活了？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和你七叔的事儿。你也看出来了，七伯是广东人，54岁。他以前在汉堡开了个粤菜馆，离婚的时候把粤菜馆给了他前妻，自己就来到法兰克福给人家当大厨。以后他自己又开了个粤菜馆。他有一个女儿，跟了他前妻，已经成家了。我跟七伯也是最近这2年才接触的多些。他是个老实人，很本分，不爱说话。妈也是50多岁的人了，有个合适的伴儿，互相照应着，对2个人都好。你在外面也能放点心，你说是吗？妈，这是个人情感问题，得自己把握，我什么都不能说。只要您愿意的，我就赞同；只要您接受的人，我就接受。是您跟这个人过日子，最重要的是您自己的感受。这事儿基本定了，等条件成熟了就操办。你先看看这2份文件，妈有话跟你说。七伯与张慧敏共同出资购房协议，七伯与张慧敏共同生活，各自财产协议。妈给你交个底儿，古城那套房子是给你的，一是你在那工作，二是想着你可能会在那儿结婚。
小丹这几年真的长大了，妈有时候也想啊，女人什么是福？明白了就是福，明白了你才知道怎么做。可老天偏偏让女人生的傻，等明白过来了，也人老珠黄了。郑大哥吗？我是小丹。你还给实验中心的测评报告文本已经出来了，测试结果很好。这次来啊，没敢告诉您，我怕您又是提前1个星期睡不着觉了。我爱人家是一码事，人家爱不爱我是另一码事儿。没准啊，哪天人家不爱我了，您和我爸不就是个例子吗？只要您接受的人，我就接受。是您跟这个人过日子，最重要的是您自己的感受。这事儿基本定了，等条件成熟了就操办。喂，大哥，我是欧阳，吃饭了没有？还没，现在不饿。店里上了几个新菜，米饭我也装了1盒，已经让人给你送过去了。你今天就别到外面去吃了。别麻烦了，多折腾嘛。已经送过去了，大哥要这么客气，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去忙了，再见啊。来了。喂，你好，小王。郑先生，这是我们经理让我送过来的。好，谢谢啦。我们经理说了，发哥过2天再来取。好。啊，那先走了啊。啊，再见。前面，那同意前面，那同意。哎，快点了！哎，老弟，过来，帮我签了，帮我签了。安全习惯。哎，排好队啊！大家都排好队，班子有的是，慢慢来啊，一个一个来。哎，刘哥，帮我提啊！掉了，反正。铁拳，哎，来。出了多少板子？今天发出100多套了，这邱庄稼种上了，这人都闲了，我这生意马上就不一样了。忙去吧。哎，都排好队，哎，排好队。到。我之所以选择在法兰克福大学就读，既陪伴了母亲，又可以在自己家的酒店里稳定打工，这样成本最低、最合理。我知道自己的情况符合留学条件，但是不知道校方是否能同意隔年份报名。如果不同意，我明年就还需要再申请一次。尽管组织一回材料非常繁琐，但这样我与元英又有了1年的相守，1年的幸福。怎么回事啊？哦，洗碗工刚走吗？
别摘呀，这里一会儿会有人来应聘的。妈，我回去之前在您这打工，你把这份洗碗的工钱给我吧。饭店里洗碗工是最累的活儿，你要想干点活啊，你就跑堂吧。我不，这挣钱多，我以前都干过，怎么现在不能干了？放这吧。累了吧？我年轻，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好香啊！哼。你的情况符合留学条件，但是如果学校要是不同意你隔年报名的话，你明年还要再申请一次，得多麻烦。麻烦就麻烦呗，那也得在古城跟元英多待1年。你们以后总得有个打算。没敢想以后，太奢侈了。你们没有长远打算，妈这心呢就放不下。妈，你也知道，在德国留学最大的费用就是房租，其次就是吃饭，这2方面的费用我都省了。我上学的时候就在酒店打工，读书成本最低，每天还能多陪陪您。你当警察，老是让人跟着你提薪。妈，你女儿也快老了，胳膊腿儿也不灵了。用雅文的话说，当个穿警服的花瓶也不鲜亮了，一定会被淘汰的。您啊，就放心吧。以后别在老人面前说你自己老。你妈也是女人，会受刺激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时间这么漫长。在没有原因的日子里，时间居然每分每秒都这么难熬。我只有让自己每天累得精疲力尽，连做梦的力气都没有，这样才能不让自己的大脑去思想，才能缓解思念原因的辛苦。阿兰，哎，我谈电话。哦，小丹姐，留电话啊。谢谢啊。Guten Tag。小丹吗？我是郑建石。郑大哥啊。我在火车上，再有20多分钟就到法兰克福总站了。音箱代理的事儿已经全部办妥了。我到站以后怎么跟你联系啊？那我马上去总站接你。妈，刚才郑大哥来电话了，说我的事情办好了，你把车钥匙给我，我去火车站接他。他还没吃饭，你准备几个好菜啊，千万不要放鱼和肉啊，他是佛教徒持戒的。碗已经洗好了，还没往消毒柜里放呢，我时间来不及了。阿兰，哎，把这个牌子挂出去。哦，好的。这就把我吵了。你等的不就是这个电话吗？也来了10几天了，
看我也看了，事情办完之后就早点回去吧。啊，我不知道怎么跟您说。我挺好的，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吧，别让我跟着你操心就行了。那我走了。郑大哥，你好，真是麻烦你了。我让我妈准备饭了，到了法兰克福，你怎么着也得到我们家店里吃顿饭啊。有什么话咱们饭桌上聊吧。我把情况跟你谈。没问题，我家饭店离这很近，吃过饭以后我送你去机场。你看上去气色不太好。这些天天都在餐馆刷盘子，有点累吧？你大老远来一趟，你妈舍得让你刷盘子？我10几岁就在店里打杂挣零花钱，家里已经习惯了。好了啊，我这边擦擦啊。好了。妈，这位是郑大哥，郑大哥，这是我母亲。哦，伯母你好。你好，妈，郑大哥吃完饭还要赶回柏林呢。啊，菜配齐了，你们先坐坐，我这就叫厨房坐去。好，这边请。郑大哥，您坐。好。我来吧，谢谢。代理的事儿，按咱们说好的条件都办妥了。签约现场和音响在店里的陈设，我都拍了照片。我想，也许格力士公司以后做宣传彩页的时候能用得上。格力士音箱欧洲总代理是斯雷特姆贸易公司，德国总代理是柏林格尔斯勒视听电器公司，英国总代理是梅洛林电器公司，法国总代理是巴黎诺尔圣西视听电器公司。音响卖出去了2套，葛贝森懂音响，他买了1套。辛格一看音响师买了，他也赶紧买了1套。花4000欧元的钱，去买15000欧元的音质享受，这个账不用算就出来。这是8000欧元，你收下。太好了，不管怎么说也是开张了。还有一件事儿，米哈根实验中心的测评报告出来以后，詹妮心里有底儿了，委托柏林 HiFi 音响杂志社对格力士音箱组织一次专家测评，也叫主观测评吧。要求杂志社在邀请的评委里，除了德国专家以外，至少要有1名中国专家和1名日本专家，也是增加点国际的含金量吧。有个中国专家，也便于测评结果在中国本土传播。这得花多少钱？好像是55000欧元。现在花钱还是小事儿，问题是这事儿闹大了。怎么了？杂志社收了佣金以后啊，又拓展了思路，打算再征集最多9款音箱，组织一次有偿测评，号称10款音箱大测评，这样就能在一个炉灶上赚更多的钱。当然，其他音箱的参评费要比格力士音箱低得多。詹妮同意了，因为这就成了国际性的音箱测评。格力士音箱再输也是第10名，怎么都是赢。可我担心，这戏做过了头，还是不是元英的本意啊？ Jenny 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尽点地主之谊吗？有尽地主之谊的成分，也有其他的考虑。Jenny 是什么人？没点知进退的道行，能压得住索林特那种场子？私募基金他压了一把，
净挣450万欧元。袁英的250万欧元，在他手里流通3年。他知道袁英是谁，他也需要这个机会。我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所以还是不问的好。郑先生，小戴让给你做几个好菜，可是厨师没做过素斋，店里也没有素斋的备料，所以临时给您拼凑几个，您多包涵。哪里，你们能这么照顾我，非常感谢。您慢用。郑大哥，那就不打扰你了，你慢慢吃，我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妈，一会儿我去机场送郑大哥，这些东西你帮我收起来，放车上不安全。好，上我办公室。你在店里干了8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去掉2个半天，按7天算，工钱是693欧元。这3000呢是妈给你的，想给你买点什么东西钱，还有来回的机票都包括在里面了，自己喜欢什么买点什么。再看看给欧阳、雅文带点什么合适啊，机票该订就去订了。准备回去吧。这工钱我收，这钱我不要。我跟您说过了，我不缺钱花。挣的，给的，就拿着顶嘴。妈，想一个人就这么苦吗？做人就苦，没有这个苦就有那个苦。你这么聪明，还问这样的傻问题？妈，我一会儿送完郑大哥就直接回家了。柏林那边的事儿我得跟元英说一说，回国的事儿也得先跟他打一招呼。晚上我过来接您。要谈的事太多，我得上网跟他聊。你还没吃饭呢，先去自己吃点饭去。没事儿，我一点也不饿。谁是聪明人呢？叶晓明、冯世杰、刘冰，他们都是聪明人。他们可以不必知道柏林、巴黎、北京能做什么，不必知道韩楚风、Jenny、郑建石是何许人，不必知道资金从哪里来，不必知道人情这东西将来要回应什么。总之，只要有丁元英就行了。他们知道用了一个丁元英，也就用了他的知识、智慧和影响。用了他的能以社会背景一言蔽之的一切可用之处。他们是聪明人，那么聪明与智慧在多大程度上能兼容呢？
喂，元英，我是小丹。刚刚郑大哥来过，吃完饭就回柏林了。我送他到机场，刚刚回来。你现在把电脑打开，上到中华佛教网站注册个名字，进到佛法聊天室。我的昵称叫丑小鸭，你上来找我，我们到文字聊天室用密谈聊。太麻烦了，就电话里说吧。把这么多事情说清楚，得好多电话费呢。能省为什么不省？文字聊完以后，我还可以把你说过的话粘贴下来慢慢看呢。这么不善解人意。好了，我挂了。小丹，我是元英，我已经在包厢密谈里，你可以开始了。郑大哥已经把格律诗音箱在德、英、法3个国家和欧洲总代理4份代理协议签好了，并附带有签字仪式和代理公司的照片。音响卖出去2套，收回8000欧元。这里的事情办完了，我想这2天就直接回去，不从耶路撒冷绕道了，一绕道又得多耽搁几天。你探亲的目的就是陪你母亲，如果你在执行任务，你也能说句我想你了就回家吗？反对，条件设置错误，那是没选择，这是有选择。我妈看我心不在这儿，已经同意让我回去了。我想你了，很想。确定回来？确定。我1分钟都等不及了。你生气了？元英，我是警察，就连我这个警察也没有像你那样的完全活在应该里。我们就不能往我想里活一点吗？活得像计算机一样精确，就连接吻都纳入了程序。生活精确到这种程度好吗？对此我有看法，我申诉。喂，小戴，我刚向北京机场售票处咨询过，北京到特拉维夫的航班每星期是2个班次，后天就有1班。北京时间13点50起飞，当地时间21点10分到达。我明天就坐飞机去北京，争取当天能拿到签证，这样能赶上后天的航班。从法兰克福到特拉维夫的航班很多，你根据我的班次调一下时间，咱们在特拉维夫见面。你是不是在赌气？你还是想让我绕到耶路撒冷？你认为我对你说的“我想你了”这4个字可以那么无动于衷？我想你了，何必要信息储备2条思路不必矛盾，他们的交汇点就在耶路撒冷。但是有个条件，我去特拉维夫不要告诉任何人。5国专家10款音响大测评，这事儿闹大了。咱的音响最次也是第10名，能和这些世界名香一起参加测评，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这些都是表面的文章，对促销音箱也许有点帮助，但咱们的本质呢，还是在替乐圣当托。搞这么次活动得花多少钱呢？尽是些花架子。反正没花咱的钱。丁哥来电话了，通知咱们买乐圣旗舰套件，每个月100套。明天呢，我得找志伟谈这事儿去。
这对他们是好事儿，有生意谁不做？这只是你的想法，我要是乐圣啊，就得好好考虑考虑，这些套件放出去，会不会冲击了自己的市场？那怎么办？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啊，并不表示呢，这生意就做不成。柏林5国专家10款音箱大测评计时。格雷斯公司的叶总，好。志伟，忙什么呢？哎呀，小明啊，今天你怎么有空来了？快请坐，请坐。来。小明啊，真是大手笔呀，把格里斯的牌子都打到欧洲去了啊！志伟，我今天是有求而来的啊。我们呢想订购你们的乐省旗舰套件，只要喇叭和分频器，不要接线柱、接线盒和阻尼板，每个月100套，合同期1年。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现在就回去给你做合同文件。每月100套，1年就是1200套，得100多万呢。这笔生意不是我这个分公司经理做得了主的。这样吧，你给我点时间，我向总公司请示以后，再给你答复。好吧，我等你消息。店里头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好啊。好，再见，再见。再见。哎。格里斯公司要订购咱们的旗舰套件，量虽然不是很大，我担心这批套件如果放出去，冲击了咱们的市场，就得不偿失了。可是，如果因为我个人的判断失误，放过了这100多万的生意，这个责任我也承担不了。这事我拿不准，得请示赵总。我把这边了解到的格力士公司的背景和自己的看法写个书面材料，再整理一下跟格力士公司有关的资料，马上托人带到深圳去。这事儿还是请示县比较好。这事儿我马上找人去办，最迟后天材料就送到总部。有啥问题没有？没问题。那没问题，就搁这儿签个字。咱俩一人一份啊，一人一份。公司跟俺打包装的签了合同，俺现在给你下料的钱。看好数量哈，你可得按俺的要求做，不按要求俺可不要。哎呀，你就放心吧。铁墩啊，哎，你那500套音响的箱体可是有时间限制的，你得先紧着那批活干。我昨天啊刚下了400套做机柜的料，够用一段的。这批活我保证10天之内干完它，不误公司的事。好，这份给你。师姐哥，俺那活忙，俺走了啊。好。我也走了。走吧。那音响板子跟机柜的不一样，我那板子可能不够。我得回去合计合计，看需要进多少。铁墩，你那儿设备多，安全生产这根线一定得绷紧，千万不能出事儿。我知道了。哎，赵总你好。哎，你好。赵总。哎，方秘书。哎。董事长在里面。在里面看文件呢。进来。
董事长，北京有个情况要跟您汇报一下。什么事儿？哈，北京这家公司想订购旗舰套件，只要喇叭和分频器，不要接线柱、接线盒和阻尼板，每月100套，合同为期1年。一家公司1年吃进1200套，这个量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志伟拿不定主意，就把资料托人给带过来了。我看了看也吃不准，还是过来找您拿个意见。哎，赵鑫，你坐。啊。国内权威音响杂志《时代音响》发表了周世涛先生写的柏林5国专家10款音箱大测评的文章，同时还摘要转载了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多家权威音响杂志对这次音箱测评活动的报道。由于参评的音箱大都是世界知名公司的知名品牌，格力士音箱出现在这些音箱的行列里，仅从文字上看，俨然是世界名香了。这么老套的招法居然还在有人用，不可思议啊！这家公司挺能闹的，什么背景？格力士公司是今年3月份开业，当时他们的店铺里只经营音响机架一种产品。他们的总经理叶晓明以前是咱们乐盛在古城的代理商。这家公司从一开业就引起了志伟的注意，因为他们总经理叶晓明乘坐的是北京牌照的宝马轿车，这与小店铺极不相称。志伟根据车牌号通过关系了解情况，这辆宝马车是一辆私家车，车主是正天集团总裁韩楚风，而格力士公司租用的仓库正是正天大厦地下停车场的房子。据说这辆车是韩楚风送给一个叫丁元英的朋友使用，这个人就住在古城。韩楚风在商界里是个人物，这个背景不小。据志伟了解，叶晓明跟丁元英没有关系，跟韩楚风更没有关系。格力士公司是由3个发烧友参加，一个女投资人控股的有限公司，4个人都是古城人，生产基地也在古城。丁元英的女朋友是女投资人的朋友，丁元英因为女朋友的缘故给女投资人帮忙，是这么个关系。这丁元英应该是幕后支招帮忙的角色。丁元英？没听说过这么个人呢。丁元英是韩楚风在柏林大学的校友，一直在柏林工作，后来在北京干过一阵证券，据说是个音响玩家，有一套40多万的音响。格力士公司既没有丁元英的力，更没有韩楚风的力，这种小公司不可能承载他们这种人的期望值。但是这2个人的名字毕竟存在，所以志伟觉得应该慎重。说到底，还是担心放出去套件数量过大，会冲击了咱们自己的市场。格力士公司已经买走了多少套件？志伟查了一下，叶晓明在清理货底时，用2对乐盛旗舰调换了6套套件。今年1月份的时候又买进了30套，他们手里应该是36套，能做18对格力士音箱。他们发往欧洲10对，现在手里应该有8对。这款音箱4月份在他们店铺里摆了出来，售价是11600元，喊价够黑的，欧洲价都喊到3万。这种1+1的设计够野的吧？也不怕人行家笑话。斯雷克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会笑话双组分设计，甚至工坊厂家都会支持，这样可以多卖机器。这单生意从我个人考虑，我觉得量不是太大，每月100套，能做50对格力士音箱，不应该对咱们有影响。他们毕竟用的是咱们的单元，这本身就是对乐盛旗舰评价和宣传。况且，供货权捏在咱们的手里，根据情况，咱们随时可以给他们断货。给他们，但不是每个月100套，是1年1次的1000套。价格上可以多做点让步，要让他们算起来比每个月进100套划算，往1000套里赶他们。如果是100套的零打碎敲，这点生意就不谈了。他们真想要，就到柜台拿零售价去。
你是说，他们的音箱根本就卖不出去？中国音箱没有过硬的牌子，很难打进欧洲市场。万元级音箱在国内也不可能有规模市场。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市场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回事儿。如果按每个月100套的思路去谈，不管纸上写多少，实际上执行的只是第1个月的100套，100套再摊到12个月里，每个月才8套，还谈什么价格和特殊要求？给他们1000套，然后等着他们退货，这是一锤子买卖。但是让咱们给他擦屁股，就不是原来的价了。这批货按他们的要求，没有接线盒和阻尼板，也没有贴牌，他们就是想零售也卖不出去，只有退货一条路。这样一来一去，咱们就赚他2回钱。通知营销部认真策划一下，买进6对格律诗音箱，价格可以定高一点，多要几本说明书，多搞几本这一期的 HiFi 音响杂志，根据格律诗音箱在欧洲的事实，再结合咱们的需要，撰写推销词，把6个重点城市的直销店每个店放上一套，把格律诗音箱当成托儿，把格律诗公司当成乐圣公司的品牌秀，告诉志伟，想办法促成这笔生意，让人家给你做秀，总得给人家批件行头啊。你不供货，他们就去找别人。不能把这个品牌秀往别人怀里推啊！好啊，不管这个支招的丁元英喝了多少洋墨水，没有核心技术和踏踏实实的经营态度，靠玩玄虚的，走投机之道，走不了多远。充其量也就是做秀，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假衣裳。这位丁先生，他还当真了。刘主任，哟，李总，你好，你好，你好。叶总在不在？在里头，请进吧。好，忙着。哎，哎呀，于总啊，你好，你好，你好。您过去。哎，好，小兵啊，你们订购旗舰套件的事有消息了啊？我这里也是刚接到总部的消息，就马上过来通知你。哎呀，你看，你打个电话，我过去就行了嘛，怎么好让你跑过来呢？啊，你是我们的大主顾啊，于情于理，我倒该过来呀。哎，于总可不敢开这玩笑哈，我这刚上道，以后呢还得靠你多帮衬着点儿。我们赵总经理的意思是，既然你们打算签1年的合同，那就不要零打碎敲了。我们一次性给你们1000副套件，按你们的要求，只有喇叭和分频器，在价格上也可以给你们让一让。哎呦喂，这太好了！行，我现在就做文件，通知公司把货款打过来啊。好。想什么呢？即便是双组分的乐圣旗舰套件，格力诗音箱的标价也太高了。咱们还是应该以机柜为主，逐渐的向音箱方面渗透。目前这样做太冒险了。这话你该跟丁哥和欧阳雪去说。咱们是小股东，只能跟着欧阳雪走。欧阳雪呢，她又什么都听丁哥的。用丁哥的话说，这叫资本权利，咱们没有发言权的。欧阳雪说了100万，他都不怕咱怕你。现在离明年的北京音响展还有8个队的时间，500对音箱至少要提前1个月组装完，还不能耽误正常营业。组装音箱没问题，小杨挺机灵的，又不是多难的技术，教他就来了。我觉得有半年的时间差不多。总之，到音响展为止，咱们就跟这批音箱拼上了。来，快点来。慢点，小心点。
真不知道丁哥咋想。咱这音箱标价11600，连我都觉得太黑了。除了小丹在柏林卖了2对，就是乐盛买走6对做宣传，真正在店里就没卖出去1对箱。东西都堆到仓库里，每个月还得给仓库交租金，想想都揪心。明天啊，你跟小杨抽空，把这装好的4对送仓库去啊。幸亏咱的机柜和音响脚架走的还不错，要不然真要关门了。如果是100套的0打碎敲，这点生意就不谈了。他们真想要，就到柜台拿零售价去。你是说，他们的音箱根本就卖不出去？我们一次性给你们1000副套件，按你们的要求，只有喇叭和分频器，在价格上也可以给你们让一让。哎呦喂，这太好了！真不知道丁哥咋想。咱这音箱标价11600，连我都觉得太黑了。格律诗公司在平静中度过了9个月，转眼迎来了北京国际音响展示会。在这期间，没有发生过一例普通顾客的消费性购买。显然，丁元英是寄希望于这次展示会。然而，叶晓明、刘斌和冯世杰都实在不能相信这里有转机。行了，就这样了。也只能这样，就这1对箱子。这对箱子除了给乐盛旗舰当托，没别的用。20多万呢，我真是想不明白，像咱这种情况，参加这样的音响大展，到底有多大意义啊？要非说有啥意义，好歹咱也算玩过大场面了。以前是参观音响大展，现在是参加，是置身其中。怎么样？哎，你好，你跟着说说啊！来来，哎呀，哎，还行啊，就是东西少了点啊。董事长，你看这样行吗？我不懂这个，你们看吧，怎么都行。我本来就不该来，来了也是个摆设。哎，这么大个事儿，董事长不来怎么行呢？啊！这都布置好了，给丁哥打个电话说一声吧。行了，我现在就给打去啊！来来，坐。哎，这个。先关了。丁哥有话，让咱们现在全都回古城开会，2辆车都开回去。我已经给小杨打过电话了，让他马上把店门关了，到这儿来值班。丁哥也真是的，明天展会就开幕了，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非要让这么多人来回走700-800公里，这不折腾人吗？让你开会就开会，哪儿那么多废话呀？既然大哥让回去开会，那咱们就跑一趟吧。我先回房间收拾东西。小杨来了以后，你跟我说一声，我下楼等你们。我拿3分纪念品。
留一份，然后给大哥和小丹每人一份。那好，我先去备车，加点油。好。4点了，等赶回古城，天已经黑了，连夜还得再赶回来。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事儿。如果是一般的事儿，这丁哥打个电话说一声就行了，没必要非得都回去啊。可是啥事儿这么当亲呢？4个人，为啥非要回去2辆车呢？肯定是他认为打个电话咱不一定照办的事，那就是有根本冲突的大事。2辆车都开回去，是不是为了返回的时候拉人呢？如果是为了拉人，那什么样的事儿需要增加人手呢？只有一件事，就是在音响展期间，音箱销售一空，人手忙不过来，大幅降价。是降价，可是它降到什么程度，就断定咱们一定会反对呢？咱们音箱的成本是3290元，赔本销售他肯定不干。那他是什么意思呢？天哪！我突然想明白了，原来他兜这么大的圈子，为的就是这个呀。为了啥呀？市场上都知道，咱格律诗音箱用的是乐圣旗舰的2副套件，如果他把价格降到跟乐圣旗舰一样，或者比它还低的话，那会怎么样？那还用说？那就把乐圣旗舰给顶死了呗。哦。可是乐圣那是咱们能惹得起的主吗？咱要把乐圣给惹急了，以后在这个圈里还混不混了？真够狠呐，也真够阴的。但是他惹错人了。展示会明天就要开幕了，今天召集大家回来开会，是要宣布一个决定。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宣布，是因为布展工作都已经结束，不存在干扰布展的问题。全国最有影响的音响展示会，各个参展商的亮相都在这关键的3天。格律诗公司能否达到预期的参展目的，也在这个3天。我起草了一个公告，已经打印出来。刘斌，麻烦你给大家念一下。哎。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关于格律诗1号双组分音箱评价销售的公告。继第13届北京国际音响唱片大展音响经销商与音响爱好者云集之际，本公司决定评价销售格律诗1号双组分音箱，公司批发价由原来的7600元降至3400元，降价幅度55.26%。全国统一建议零售价由原来的11600元降价至3900元，降价幅度66.37%。每个城市限售1家音响店，每家音响店限售25对音箱，500对音箱售完为止。本公司对格律诗1号音箱的价格调整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西欧地区。格律诗音箱品质承诺：一、格律诗公司只生产此一款式一版本音箱，没有第2种款式和第2种版本。2、此平价销售的格律诗音箱与西欧销售的格律诗音箱品质完全一致，如有任何差别，本公司将以零售价3900元的10倍给予惩罚性的赔偿。特此公告，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以前在该不该参展的问题上，大家已经有过争论了。
今天我再次重申这一点。会上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吵架，甚至是拍桌子骂娘都可以。但是，如果没有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散了会以后必须要执行。丁哥，那咱们还能剩下多少利润呢？一对音箱是110块钱，还剩3.2%的利润。3.2%，还没有银行的利息高呢。这生意以后还怎么做呀？银行是年息，而公司的资本效益不仅仅取决于利润率，同时还取决于资本周转频率。眼下，即便是音箱在公司的利润率是0，只要王庙村的农民挣到了加工费，那就有了意义。事实上是音响机柜在养着公司。如果我们要想让音箱日后有可能挣钱的话，现在必须要撕开一个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要达到什么目的啊？不这样做，音箱就卖不出去，就不足以昭示格力士音箱的低成本高质量。我同意降价，但是不同意降到挑起争端的程度。不降到这个程度，就不足以销售一空。如果不销售一空的话，就不足以成事。丁哥，乐盛待咱不薄啊，咱要套件，说句话人家就给了。什么要求都满足，就连价格都给优惠了不少。咱这么做是不是有点恩将仇报，让圈里人戳脊梁骨啊？乐盛和格律诗没有恩典基础，我也没有看出来这是恩典，这不过是买卖双方的一笔交易。如果说是恩典，那么需要报恩的恩典就不再是恩典，还是交易。格律诗是公司，不是江湖道场，不经营恩典交易。那扶贫算什么？不是算，是就是你想做的一件事。如果你扶贫是恩典，是需要农民感恩戴德，那你就进错庙了。这不是民心工程，你也不需要谁的拥戴。丁哥，在北京，我们是外乡人，对乐盛的背景呢，我多少还有些了解。咱格力士音箱也还依赖着乐盛旗舰套件，不管从哪方面讲，咱跟乐盛找茬，那都是鸡蛋碰石头。这低头不见抬头见呢，以后怎么跟人家打交道啊？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哈，但是肯定会出事儿。我就问丁哥一个问题：出了事儿，谁负责？这是公司行为，由公司负责。这是少数人的行为，露骨点说，是你的个人行为，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能代表公司。这是股权行为，是超过半数表决权的决定，由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作为依据。只要你加入了公司，就意味着你承认和遵守这些规定。那我想问问丁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你帮忙，也可以不请你帮忙呢？可以，如果你们不需要我了，我就不代表你们了。如果欧阳雪允许修改当时约定的出资条件，我这就可以退席。我不允许。董事长，你要有自己的立场，你要是没立场的话，我们就得陪着你一块当傀儡。你们可以不需要找大哥帮忙，这是你们的权利。但是我委托大哥做我的股权代理，这也是我的权利。我想问问叶总，如果大哥一退席，我就懂音响市场了吗？我就不再是傀儡了？你刚才说到立场，我什么都不懂，我怎么有立场？当初如果不是大哥答应帮我代理股权，就是再能赔得起的数，我也不会出1分钱。1分钱也是钱，也得先有了信任再说吧。好吧，我执行董事会的决定，但是我保留意见。公告日期定在第2天，避开第1天的预热期。考虑到销售展开以后可能会人手不够，欧阳、世杰，你们可以分别从店里调一些员工过去帮忙。这个期间的工资由公司负责发放，食宿安排好，注意安全。世杰店里人少，
我店里人多，从我店里抽到几个就行了。不用不用，你店里出仨，我店里出仨。世杰就别抽调人了，我找2个朋友帮忙，一来都懂音响，拆拆卸卸的手不生；二来可以免费参观大展，他们开了眼界，我也落个人情。具体事宜你们商量着办，不耽误大家时间。散会。格里斯4个股东从古城带来了6个人，对展示会期间的工作做了明确分工。刘冰的情绪很好，他带了2个朋友来北京，或多或少都有些虚荣和炫耀的成分。叶小明的心情则是另一个境地，他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种强烈的漩涡里，身不由己，茫然无措，不知道这个漩涡会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在场外公告栏和1楼大厅的公告栏各贴一份，3、4、5楼展厅的入口处也各贴一份。贴完以后赶紧回来，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反应了。董事长，咱准备一下吧。叫这么厉害，不这么差呀？哎，你们家那音箱不是要换吗？看看看。降价了，哟3000多，1万多降了。哟，降这么多呢？幅度这么大呢？哎呦，快去看看！走啊，看看走，去瞅瞅看一看。走走走。哦，哎。有情况？什么事？格律诗公司刚贴出了公告，在展示会期间，格律诗的500对双组分音箱以批发价3400元、零售价3900元销售。这个价钱谁也扛不住。是啊，500对音箱很快销售一空。咱的店员和前后级工坊是推动格律诗音箱的黄金搭配机器。500的格律诗音箱能给咱们带来一笔几百万的生意。我马上向总部请示，在展示会期间，咱们这3款机器的价格下调3%，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去吧。哎。又是红灯。哎，变灯了，快走走，好，快点。
销售价格由原来的价格基础下调3%，下调3%。哇，这么低啊！限于本次活动期间。来，走，走，赶进去看看。看看去吧，走。路上慢点啊，注意点安全啊！快走吧，走吧。卖没了，抢不着了！抢得快点，抢得快点！交钱了，交钱了都！哎，你好，我知道咱们音响降价了，是吗？格列士音箱啊，我以前专门到他们店看过，当时的票价1万多，比2对乐圣旗舰还贵。你看现在的价钱，哎，你说他们能赚钱吗？嗨，买家没有卖家精，人家不会做赔本生意，只是挣多挣少的事儿。如果格律诗卖这个价钱还能赚钱，那乐圣也太黑了吧！我到现在都还有点不敢相信。我本来啊也只是打算来看看，开开眼界就得了，可没想到居然会碰上这种好事儿。不过咱也别高兴得太早，好马得配好鞍吧。光那6套斯雷克功放就值不少钱呢，这一下斯雷克公司可发了。看，格律诗这边刚一有动静，人家的家站广告马上就贴出来了，配合的多默契，是吧？对。安静，请听我们赵总向大家解释。那便宜吗？知道你们这个请我们赵总解释。质量没有问题，请大伙儿放心。刘斌，来，你东西我来发货。我正好歇会儿。照这个势头啊，咱这500多箱子1天就能走完。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有人摸了老虎的屁股，而且摸完了没给钱。董事会一致通过，决定起诉格律诗公司，授权总经理赵青出任我方的代表，委托明华律师事务所的蒋汉臣律师为我方的代表。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疑问，都拿出来充分的讨论，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格律诗事件的实质是2对箱子的价值卖了1对箱子的价钱，这个行为向市场输入这样一个错误的信息：乐圣是以1对箱子的价值卖了2对箱子的价钱，这势必要导致消费者心理不平衡，甚至对乐圣品牌的反感和排斥。乐圣将不再是最受发烧友信赖的品牌，过去所有的努力和荣誉都将被欺骗2个字重新注解，这就意味着乐圣旗舰可能会被淘汰出市场，也就意味着乐圣整个生产销售系统全面陷入瘫痪。企业靠的就是一块牌子，牌子倒了，跟着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根据我们收集的证据，可以认定，格律诗公司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2项规定：一是以排挤对手为目的，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二是伪造商品产地。格律诗公司以低于成本价销售的以乐圣旗舰套件为主要组件的格律诗音箱，目的在于排挤乐圣公司，其行为指向非常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章第20条的规定，乐圣公司有权要求格律诗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主要是证据。只要证据站住脚，胜诉就有把握。我们拆解了格律诗音箱，从这款音箱的工艺和材料上看，单凭经验就能断定3400元的成本绝对做不出来。我们把这款音箱先后送到9个音箱生产厂家，
12位音箱制造行业专家、行业协会和技术检测部门分别进行成本评估，取得了23份成本评价意见书。评价结果全部显示，这款音箱的生产成本高于3400元，合理成本应该在4200元至4500元之间。据此可以断定，格力士音箱的成本绝对高于它的销售价。请注意，是绝对。我们的资产负债率在75%以上。我想提醒各位，谨慎，谨慎，再谨慎，务求必胜。这和资产负债率有什么关系？如果败诉，我们就会陷入困境。对于债权人而言，资产负债率越低，风险就越小。一旦我们失去了靠现有资产走出困境的能力，在债权人的眼里，75%的资产负债率就已经等于资不抵债。那个时候，退货的和讨债的一并而来，我们夹在债权人和经销商之间，腹背受敌，不会有半点人情面子可言。格力士音箱用的是咱们的单元套件，得罪了咱们，他们以后还怎么往下做呢？这不是自己堵自己的路吗？他们不必非用咱们的套件，用进口的，用其他公司的都可以。但是他们把咱们乐圣旗舰多年来在发烧友心目中货真价实的形象给彻底毁掉了，把格力士音箱质优价廉的形象竖起来了。我对成本评估没有异议，但对诉讼理由中的伪造产地一项感觉理由牵强。这与损害赔偿没有直接关系。有没有揭短骂街之嫌？而且这600万的赔偿要求有没有讹诈之嫌？这些处理不当，有可能贬损公司形象。伪造商品产地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禁止的行为。此项诉讼理由的意义不在于跟损害赔偿有没有直接关系，而在于辅助证据链，争取印象分，暗示和强化法官心理倾向。因为受格律诗音箱价格的打压，我们现在必须要降价一半，才有可能被市场所接受。如果按每一对音箱1950元的损失来计算的话，那么仅此一项我们就损失了500万。另外再加上停产滞销所带来的房租啊、工资啊、机构无效运转，还有名誉损失费等等，我认为600万元的赔偿要求一点也不过分。从诉讼技巧上说，虽然诉讼请求是一回事，法院支持多少是另一回事，但是绝对不可不主张。从决胜策略上说，乐圣公司是叫牌的一方，格力士公司只能跟进，没有选择。600万的争议标的，对他们来说具有威慑作用。以他们那点资产，仅律师费这一项打赢官司也是破产，诉前就动摇他们的心理防线。当然，律师事务所也是高标的的受益者。我有一个疑问：乐圣与格律诗既无救援，也没有利益冲突，甚至从优惠价提供套件，以及志伟与叶晓明交往上看，两家的关系还很融洽。那么，格律诗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出于回笼资金的考虑，还是蓄谋已久？如果蓄谋已久，那就说明有战略上的考虑。那么他们最终的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们知道会被起诉，也知道会败诉，那就只有一种解释：逼你这种知名企业跟他打官司，道个歉，赔你10万8万的，搞个噱头讨好发烧友，以新闻效应提高品牌知名度，花钱不多，影响不小。但是这个事件不是10万8万的概念，即便按3个月诉讼期计算，直接损失也在300万，够他们破产3次了。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导致我们败诉，那就是他们的音箱成本合理。这个合理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非神即鬼。我们和法官都是无神论者，如果乐圣这次不是和人斗，而是和神斗，案子即使败诉了，也是虽败犹荣。格律诗事件，无论对方是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都已经把双方逼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我说过，乐圣公司只有矛没有盾，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因此，我对诉讼组做如下要求：一，以吃掉格律诗公司为目的，以损害赔偿导致他们一夜之间资不抵债为手段，
拒绝任何形式的调解，务求置敌于死地。2，在诉讼过程中要特别强调格律诗音箱的发烧级设计和苛刻的工艺，既表现我们实事求是的胸襟，又能更有力地说明成本，也为胜诉后运作这款音箱做铺垫。3，在报刊和网上大造声势，充分利用这个事件的新闻效应，提升乐盛的信誉和品牌知名度，进一步的巩固市场，强化乐盛公司在 HiFi 领域的权威地位。请问是格律诗公司吗？是啊。公司负责人在吗？我就是，我是公司的经理叶晓明。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我们是法院的。本院已经受理深圳乐盛音响有限公司起诉你公司不正当竞争一案。今天我们是来向你送达原告诉讼副本，还有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的。完了，完了！价格这个古老的经济杠杆发挥了它与生俱来的效应。叶晓明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怎么没人啊？怎么了？不舒服啊？来一下。你先看看。600万，这是往死里整啊！乐盛可不是好惹的，早晚有这一天躲不过去。林宇峰是中国 HiFi 音响界有头有脸的人物，那不是谁想碰都能碰的。格律诗不死，林宇峰的面子就拾不起来。丁哥呀，他是惹错人喽。这么大个事儿，你给丁哥打个电话，拿个主意啊！丁哥的意思还用问吗？砸锅卖铁也得打呀。可是咱打得起吗？600万的标啊，按15%的诉讼成本算，光律师费就是90万，咱跟不跟呢？别说咱本来就理亏，打赢了又能怎么样啊？丁哥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句过分的话，他呀是宰卖爷田心不疼。你是总经理，你拿个主意啊！咱呢，先不给他们打电话，回古城。咱先跟世杰商量商量，得咱们的意见一致了再说。这回，咱可不能再让丁元英牵着鼻子走了。你去备车，我跟小杨交代一声，啊。好，我听你的。回古城的路上，叶晓明一言不发。他心里想，丁元英这位高人都干了些什么？纯粹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不一样而标新立异。虚荣，说到底就是虚荣。他是带着一支游击队员在生搬硬套，按正规军作战，扎的架势好看，但根本行不通。就现在的情况看，还能回到起点就是最好的结果了。想到北京的公司，国外的鉴定，王庙村的农民，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一个笑话。师姐，师姐，师姐，谁呀？来了来了来了！哎，恁俩咋来了？也不事先通知一声。
出事儿了，走，去办公室说。谁呀？有事屋里来说吧。不了，妈，你先睡吧啊！我跟小明说点事儿啊啊，嗯。慢慢的。600万，这可真够狠的。这个，先别说输赢，光这诉讼费就能活活把咱们给拖死。这官司咱打不起啊！这是照死里整啊！打输了是穷光蛋，打赢了还是穷光蛋。林宇峰是什么人物啊？那可是大风大浪里趟出来的，人家既敢捅这马蜂窝，那肯定就得有几分把握。那咱就真的没有一点胜诉的可能？岳胜没招咱没辙咱，啊！音响展这一把，咱是冲谁捅的刀子，他就是连傻瓜都看得出来。你就拍拍良心问自己吧，咱是不是不正当竞争？凭良心说，是。有些事儿啊，你不打官司是没人较真儿，一打官司呢就成了事儿了。像环保、童工、劳动权益保障，这些都是明面上的事，你捂都捂不住。你就是捂住了违法的这一头，你也捂不住音箱生产成本的那头。要不然你成本凭什么比人家低呀？当然，你可以跟法官说，那都是王庙村农民他们自个儿的事儿啊，跟咱没关系啊。但是，王庙村跟咱公司到底有没有关系，咱心里比谁都清楚啊。俗话说，真的假不了，他假的也真不了。啊，这法官他就是吃的这碗饭，还由得了你去耍这点小聪明？唉，这要是败诉了，那可就惨了。公司破产不说，还得欠欧阳雪一屁股债呀。这就是当初为什么刘冰他提出要让丁元英投资的原因。啊，这欧阳雪的钱跟丁元英的钱他肯定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咱不说了啊。总之，咱欠丁元英的钱可以欠着，但是欠欧阳雪的钱他就是不能欠着。败诉了，我损失7万不说，我还得欠欧阳雪替我垫资的18万呢。18万呐，兄弟，我哪年哪月才能挣得来呀？我哪年哪月才能还得清哦？败诉了，我还得欠欧阳雪13万。操！跳楼吧！世界还能比咱强点，只欠欧阳雪3万，咬咬牙，好歹还能还上。你说这个丁哥也不知道是咋想的，他净玩悬的。本来这么做着挺好的，非得玩个什么花样，好像不玩花样就显不出他是高人似的。败诉了，这丁元英没有丝毫的损失，不连筋不带肉啊。这情况就这样了，咱说咋办吧？我的意见呢？求和。求和？丁哥你还不了解，他不会同意的。他既然做了，他就没打算求和。问题是咱现在还需要他同意吗？也是他自己说的呀。咱请他说话，他就多句嘴；咱不请他说话，他就闭嘴。咱这是小本生意，经不起他这样的高人耍大牌，咱玩不起呀。求和也不能2个肩膀扛着一张嘴去，你总得有点表示啊。我想，10万块钱是一大关吧，表示一下道歉的意思啊，给岳胜呢一个台阶。我毕竟做过岳胜的代理，多少呢还有点人缘。这成不成的，咱起码得试试吧。试试可以啊，我看希望不大。看这阵势，这岳胜公司是要把格力士往死里整。求和就等于是跟丁哥决裂了。这欧阳雪是控股方，以后这关系还怎么处？如果求和不成呢？那怎么收场啊？
能处就处，不能处也不强求。要是求和不成的话，咱退股。退股？这退股可没那么简单呐！这公司法规定，不能抽逃资金，只能转让股份。如果欧阳雪不同意，没人收购，那咱退给谁啊？那他也得讲理吧？是谁的决定导致了公司今天的局面？当初咱就反对，可是他欧阳雪就是不听啊！啊，现在让咱跟他一块儿去承担这后果，合理吗？那咱可是把人欧阳雪给坑了。哎，是丁元英把他坑了，他找丁元英讨说法去，跟咱说不着。此时此刻，这些刚扒上警沿的人，以他们的认知能力，无法看得太深太远，眼前的利益是最重要的。那好吧，我同意。我也同意。那成，咱现在就去找欧阳雪，马上召开股东会，据理力争。如果他拒绝求和，咱当场退股；如果他同意求和的话，师姐，你马上去买明天的机票，我跟他去深圳啊，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登门道歉，够规格了吧？刘冰，你到北京去守摊子，一旦接到求和失败的电话，你立马带上公司的手续回古城，那咱可就得摊牌了，咱不能坐着等死。好，只能这样了，就照你说的办。走走走。开门！谁呀？谁呀？找谁呀？哎，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欧阳雪在吗？哎呀，都睡了，这么晚了。我们有急事找她，麻烦你给叫一声吧。哎呀，行，等着吧。谢谢啊。董事长，怎么了？乐盛公司把咱给告了。到我办公室说吧。